我是饿出幻觉了吗？怎么是传说中徒手撕犯人皮的魏南城？不是幻觉，你走错房间了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现在就走，不用送，我自己能走。几日不见，你这脸皮是不是修整过，变漂亮了啊？李枕春睡着了。几年不见，没想到你还是这般眼熟。月经雀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在我歌房里吗？洞房花烛夜，夫君想去哪？谁是你夫君？别乱叫！我要去找我娘子李枕春，你赶紧让开！二郎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春春，我好想你啊！据我所知，李姑娘一家搬来这上京城不久，是何时与魏二郎两情相悦的？半年前。1个月前。半年？你傻呀！作数，你说的对，是半年前。月姑娘，你我还是早些换回来吧。要是时间久了，未免惹人闲话。惹什么闲话？都说说吧，今天这事儿怎么解决？简单，换回来就是了。反正大哥没碰李枕风，我也没碰月金鹤，他们俩都来清清白白的。岳家小姑娘觉得呢？祖母，既已拜堂，便是天意，金爵听从天意。啥？不行，我不。既然如此，大郎，你意下如何？我没意。等等，老夫人，我配不上魏南生，让他休了我吧，我不阻碍他找更好的闺女。新婚夜被休，你让外界如何议论我魏家？这魏家少夫人的位置，你安心坐着便是。安心？我安心个鬼啊！心狠手辣，冷面阎王，杀千刀的魏南城，我完了。哟，魏家少夫人，昨夜伺候大哥辛苦了。比不上二公子，你这是跪了一夜搓衣板，还是睡了一夜地板？你懂什么？都是月金爵那个母老虎逼的。哎，听说他要监督你读书？救命啊！我最讨厌读书，白纸黑字，看着就头疼。是啊，黑白配最恶心了。失忆啊！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大伯母打算把管家权给了你，让你算账。好好干啊！我去醉红楼潇洒，回见。站住！你新婚第一天去青楼？不然呢？留在家里对着那个母老虎。李枕春，你要是不帮我打野，我就告诉所有人我们以前有一腿。岂有此理！这魏家也未免欺人太甚。换了你的婚事不算，还让你孤身回门。换亲一事本就是我同意的，至于新年，他近几日感了风寒，这才没有随我回门。当真？母亲既心知肚明，又何必过问清楚？不行，我要去魏家问个清楚，为何要换了你的婚事？别去，你要想让我一个人回门的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吗？即便是这样，魏家让你一个人回门，便是轻贱于你。新年不能陪京月回门，我这个做娘的在这里给他赔个不是，还望姐姐不要怪罪。此桩婚事是魏家对不起你，也是阿娘对不起你。日后若是倦了累了，便回家来吧。今日这事儿，二郎做的不地道。这样，我把二郎交给你管，你想怎么管便怎么管，是打是骂，我绝不过问。当真？当真。他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插手。
没陪你回门，我也有错。娘也罚我抄3遍佛经。别用野字，我跟你不是一路人，我只用抄1遍。娘，热痛把我放开，我好疼啊！新年啊，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，有事儿找你娘子去。娘，你不爱我了？我这把年纪，别跟我提爱不爱的，肉麻。精确，这孽障就交给你了，要打要骂随你便。我先回去睡了。娘，你回来，我是你亲生的呀！来人，先打10棍，长长记性。方如是，你个薄情寡义的母老虎！刺激啊！你不准看！哦，我就要看，瞪大眼睛那种看哦。你给我等着！是不是你跟那俩母老虎说我逛窑子的？不是。除了你这商户女，谁还知道我去青楼？拜托，你这作风，全京城都知道找你去青楼。你。看样子你得在这儿陪我一晚了。我要走了，你好好反省。哥，你别走，你走了谁帮我求情？还有他，别把我和他关一起算什么事儿？万一他勾引我怎么办？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他说的对，要不你去跟娘说说，让我回去抄吧。你这个叛徒！不必，等你抄完，我送你回去。大夫人，这是昨日抄好的佛经。昨日抄完书，又和南城闹腾了啊？算了，退下吧。这10锁200斤，小爷让你瞧瞧，什么叫男子气概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二少爷和二少夫人打赌，他举起10锁，二少夫人不能管他了。这细胳膊腿能行吗？这叫什么话？小爷将门出身，一把子力气还是有的。谁在上面抹油了？肯定是你！你不想小爷赢，所以故意在上面抹油了。油是我抹的，也是我让他管教你的。你要是不听他的话，好好回去读书，就别认我这个娘。不认就不认，反正你昨日打我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我是亲儿子。行，清玄，去给他收拾衣服，让他滚出魏家。精确，没事儿，日后你改嫁，娘给你找个更好的。不是娘，你再劝劝呐！李枕春，你来干什么？九安、秦鸟，把这商户女给我赶出去！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哪儿惹着你了？本少爷读书时不喜欢被人打扰，是我让他来的。怎么？是想在他这个商户女面前秀你高门贵女的优越感？从今天起，他和你一起读书。什么？他凭什么和我一起读书？这书案可得嫂嫂心意。我很满意。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，非要来跟着我读书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是大夫人让我来的。哼，摊上伯母那个娘，你可有的磨了。要是你那天坚持，咱俩根本就不会受这个苦。我还可以和离呀，只要我跟岳金陀和离，咱俩就不用读书了。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和离。不行，和离大计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你还有别的办法？瞧见没？不府张老板的闺女，琴棋书画样样不通，跟你一样蠢。给咱们当同窗？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二郎要干什么？报告金月姐姐，她要去纳妾。你个叛徒！
我不同意。凭什么？给我个理由，要不然你就是擅妒，犯了七出，小爷要休了你。你既执意如此，我也不好再纠缠你。你给我封休书，我拿了休书便回去。二郎还是快些，再等下去该用晚膳了。急什么？用完晚膳再回去便是，省得外人说我魏家苛待新入门的少夫人。嫂嫂可愿与我去相府小住几天？少夫人，大公子回来了。去，咱们现在就走。香姐，等等我！跑这么快做什么？今日4家节，我带你出去逛逛。我和金雀有约了，今天应当是抽不出时间来。大哥且放心，我只是带嫂嫂出去小住几日，过些时日便把嫂嫂送回来。不行，你俩不能一起出去，我也要一起。静心，拉开二朝阳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？大不了我以后不纳妾了。说话算数。谁再提纳妾，妾谁就是狗。杀人了！威尔杀人了！我没有，不是我。静心，去报官。府城大人有令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。哥，不是我，我没有杀人。将魏二少爷先带回去。金雀，别怕，这不是意外，是冲魏府的死局。大郎，可有证据能证明你弟弟的清白？没有，现有证据对昔年极为不利。福音已经将案子移交给程辽望老前辈了。行了，忙了一晚上，你们也累了，都退下吧。明日有劳嫂子陪我出去一趟。没问题。早知道是会情郎，我就不来了。想来不用我多说，你也知道我找你是为什么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救魏二少而来，不过这件事情有人看到你们魏府的小厮给常姑娘家送钱，这足以证明他们旧不纠葛。更何况死者身上插着魏二少的笔，这是铁证，他来不了。他出门的时候身上没有匕首。此事你说了不算，亲重内人无法上堂给他作证。魏二这句不好。你倒是赶紧说啊！我们塞了银子进来的，等会儿衙役得过来赶人了。二郎若是不愿意说，那我便走了。嫂嫂，走吧。哎，别走啊！我说还不行吗？纳妾的银子是连城璧借我的，借钱都要纳妾，也不嫌丢人。你给爷闭嘴！又不是我要借钱的，是他主动借给我的。这妾室该不会也是他替你选的吧？你纳妾，银子是人家，妾也是别人选的。我看洞房也让他替你得了。我又不是真的想纳妾。你的匕首为何会出现在现场？匕首是他拿出来的，他说让我看看那匕首是不是我的。我刚拔那刀鞘，他便拉着我的手捅他自己的肚子。离府的时候你还跟魏南城在一起，后来怎么跟他走了？他说要还我银子。你俩记得想办法捞我啊！这牢里住着真的不舒服。静月，魏家对不起你。难道魏二的案子这么快就盖棺定论了？祖母不必如此，昔年尚且还活着。好姑娘。魏昔年如何了？定了刑期，1个月后问斩。你说什么？月经后回去了？他是不是回去求他爹救我去了？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。你1个月之后就要问斩了。我知道，这鸡炖的不错，鸡汤也好喝，能不能明天也来给我送？还有我娘做的荷花糕、桂花酥，还有她最擅长的糖醋樱桃肉、鹿筋烧鹅、红肉肉肚。后面那3道菜我为什么从没有吃过？可能我娘现在没心情做，等我出去了，让她做给咱吃。从今以后咱俩就是兄弟，有我一块肉吃，就一定有你一块骨头啃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你哥来了。哥，大哥！哎，不是，他怎么走了？是不是因为你这丫头在，他嫌晦气？都怪你，我的清白，清白！哎，你的清白跟我有半文钱关系？你别碰瓷啊！等等，雨下大了，你回马车里。骑马会淋湿，你和我一起坐马车吧。你与二郎，我和他之间什么也没有。
你不必与我解释什么。你与二郎相识在前，熟络一些也正常。不用读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魏二公子杀了常姐姐，是真的吗？你认识常姑娘？那你认识连二公子吗？跑什么？你要是不说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莲儿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红袖，套车。荷花糕、桂花酥、糖醋樱桃肉，你是一样也没带。你知不知道我昨个都是想着他们入睡的？你就不能想点别的？比如，你可以想想月经雀啊。你会想做又有母老虎又有夫子的梦吗？说正事。你个蠢丫头，能有什么正事？你没救了，魏老夫人没能把你保下来。所以我真的要砍头了。对。那我娘怎么不带点好吃的来看我？你回去和我娘他们说，趁我还有时间，多送点好吃的过来，最好能给我个柴子，这里太无聊。我没有手子，但我给你带了个铲子，你可以趁这段时间挖条地道出去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你就能找连城璧报仇。你是说我是被连城璧害的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那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因为你抢了他喜欢的姑娘。你是说他喜欢母老虎？蠢丫头，你赶紧去找连城璧，告诉他我可以和离的，让他赶紧来证明我的清白。等等，行，我去。你说什么？魏二是被岳峰和连城榜联手陷害的？这不可能！他说的是真的。他们把常姑娘的弟弟关起来了，逼迫他用性命陷害昔年。那常姑娘现在……进来，姑娘，夫人来了。走。金雀，娘做了你最爱喝的银丝鱼汤。娘，我怀孕了，喝鱼汤会吐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怀孕？我已经和魏希年成亲了，为什么不能怀孕？他不是你良配，这孩子不能留。娘，我身子弱，一碗堕胎药下去，我给这孩子陪葬也不是没可能。您掂量掂量，是要我当寡妇，还是让兄长放人正魏希年的清白？我找人给你请个安胎大夫，你先好生歇着。你说，我娘是不是想把我送去相府当上门女婿？瞎说什么！金雀有孕在身，你这次去接她，态度要好。谁怀孕了？金雀啊，你媳妇儿。你告诉我，这孩子是不是我的？是啊，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？我要是现在把他休了，是不是很不人道？人不人道我不知道，但你肯定不是人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老夫人请诸位过去一趟。周青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母亲，若圣上还要女将，周青愿为大魏冲锋陷阵。可圣上遣散了您的娘子军，他不要魏家了！放肆！这话要是传到青天线耳朵里，整个魏家都救不了你。母亲和嫂嫂们舍不得大郎，我就想着替他去。可是大魏不要女将，我去了没用。没事，小姑，我也没用。
你现在就给我滚去祠堂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出来。是。哥，你说当爹是什么感觉啊？恭喜你，这也值得恭喜。我才多大，自己都还没有长大，怎么能当小孩的爹？这世道，鸟都过得比人好。乌鸦杂食，城外资源动乱多，资源多，乌鸦自然羽翼丰满。什么？这玩意儿是吃这些的？那还不赶紧赶出去！你咋在这儿？别说话，你哥有点想不开，让他静静。我哥过窑子去了。我哥好像冷静的冒火光了。有没有不？你为什么会从里面出来？因为我不走寻常路。哥，别告诉我，这是我做的。哥，救我！要是让我娘知道，她会杀了我的。那你就去死。哥，我难道不是你最爱的弟弟了吗？你见异思迁，有了侄儿忘了弟弟。闭嘴！往好的方面想想，也许是个侄女。怎么回事？大郎和大郎媳妇儿先回去吧。那我呢？孽障！烧了祠堂，还想回去睡觉不成？祖母，你还没问呢，怎么就断定是我烧的？你个臭小子，不好好陪金雀，来祠堂干什么？当然是看大哥，他好不容易想通了，出去找女人。我靠，谁提我？哥，你这个不孝子，还敢污蔑你哥！大郎，哎呦我的大郎，没伤着你吧？没事，下次别拽我头发。下次我轻点。我了个亲娘嘞！这掌风从我头顶扇过的时候都凉飕飕的。逆子，今天不让你长长记性，我方如是3个字倒过来写。我了个亲娘嘞！方如是，你是不是想打死你亲儿子？哥，嫂子，救命！二叔母，我是二郎的兄长，若是要罚，也应当先罚我。还有我也有错，我心与大郎同在。你怎么不与我同在？二郎烧了祠堂，杖责30；大郎为兄无道，杖责10棍。30？是。嫂嫂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谁流鼻血了？我就是补汤喝多了。哥，晚上回去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被某人乘虚而入了。你轻点，想疼死我啊！中气这么足，看来罚的不够重。这淤痕不使劲哪能化开？娘来给你擦。松开，疼啊！我是你儿子，不是跨出的猪，不需要你使这么大劲儿。娇气！你每次都这样，下手比祠堂的仆妇还重。让你娘子来行了吧？我不要她，把九安叫来。夜深了，莫让姑爷扰了别人的清静。
为什么去祠堂？你管小爷呢？小爷的事你管不着。青鸟，赶紧给爷滚进来！青鸟，青鸟！小爷自己擦药，用不着你擦药。好玩吗，魏希年？你发什么疯？你知不知道，为了救你，魏南城连官都丢了。你说谁的官丢了？为了你这么个草包，10数年的努力都付之东流。你这个弟弟可真是他亲生的。你给我放开，我要去问个清楚。同样是魏家儿郎，当真是天差地别。你要是看不上我，就去找你肚子里孩子的爹，别赖在我魏家。放心，时间到了，我自然会离开魏家。有本事现在就去啊，还等什么？我知你是无用之才，所以也不求你考取功名，只要不惹出什么乱子来就好。我惹什么乱子了？这桩桩件件是爷主动招惹的吗？我有什么错？最错的就是当初不该娶你这个疯女人。你个疯婆娘，要做什么？有本事你抽死我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魏家已经没人能护着你了，与其放你出去惹是生非，倒不如将你打死。等会儿，我答应你以后安分守己还不成吗？我知你不喜欢我，这样1年后你我和离，届时再无人管你。成交。你不擦药？药都被你砸了，我擦什么？我去找我哥，你别拦着我。哥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才丢的官？咱去顺天府，让他们再把我关回去，让他们把府城之位还给你。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怎么可能跟我没关系？魏儿，你知道的，有些事不是你的错。我没事，你回去吧。是你把魏南城丢官的事告诉魏二的。他应该知道。我看他好像不知道你假怀孕的事儿。我和他约好了，1年后和离。1年？这要是待1年，不成石头了吗？所以要找个机会解决掉这个西瓜。好，娘，我都补得流鼻血了，你怎么还给我送补药啊？这是你二婶炖的，说是有助怀孕。娘，大郎现在有伤在身，我和他没法同房，这药要不留着以后再喝？你当真是不害臊？这样的话也能说出口？这身份弄反了吧？到底谁才是刚过门的羞涩小媳妇？我现在要不要装一下？娘，我其实我，哎呀，都是大郎。大郎怎么了？大郎坏。你和大郎这样多久了？你说啥？算了，你和大郎愿意玩就玩吧，这汤你记得喝。哦。你在啊，我端了补汤来，你尝尝。不喝，端出去。大郎，喝药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去给你洗。帮我把衣服换了。我想起今天还要去京阙那儿背书，先走了。我刚才看见魏二了，他好像并不知道你假怀孕的事。你为什么没告诉他？还有，当初你为什么要换花轿？相比于魏南城，魏希年身上没有那么多家族压力，即便和离，
日后见面也不会尴尬。你俩不是尴尬，都快处成仇人了。和离后，你可会回相府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魏二假装怀孕的事？你个不孝子，媳妇怀孕了还到处乱跑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娘，轻点儿，我背上还有伤呢，都是月经说那个疯女人打的。精雀啊，是不是魏二这茬子又惹你不高兴了？娘给你做主，娘知道嫁给二郎委屈你了。如今你有孕在身，二郎又不懂得体谅。娘，二郎很好。不是，他不高兴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还要我哄啊？你个臭小子，我以前教你的你都记狗肚子里边去了。这脚我好像也挨过。你不用包庇他，我生的儿子我清楚他是个什么样。如今你怀着孕，他还敢四处鬼混，真是反了他了。我哪儿去鬼混了？我刚刚就在我哥院子里转了一圈。这10个月，你就在院子里读书，等孩子出生了，你再出院子。10个月，娘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我是你捡来的吧？正好大郎也不用去上职了，枕春要读书，让大郎教就成。你和大郎也努把力，早些怀上。好的，我努力。夫人，你知道吗？二夫人下令，凡是看到二少爷出院子者，上报者赏1两，逮住者赏5两。这么多，我都想天天逮魏二了。公子，这是二夫人亲手炖的参汤，说是让您和少夫人注意身子骨。昨日母亲也让人送了补汤过来，还让我注意身体。你到底和她说了什么？是魏二，他说光我补没用，你也要跟着补才行。把这碗汤给二少爷送去。我出去见几个朋友，你自己在家温习功课。快把我续命的东西拿来！这是满园春色最新一册，奴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抢到呢。大少夫人，我家少夫人有请。金雀，你找我干嘛？江四邀我春游，也邀了你。春游都有什么啊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少夫人，是二公主，看样子来者不善。月金雀，给本公主出来！本公主3番5次邀你游园赏春，你躲着不见是什么意思？公主若是要叙旧，可寻处僻静之地。本公主跟你有什么旧可叙？我就问你，我邀你赏园，你为何拒绝？我怀孕了，不宜随处走动。你竟然愿意为魏二那个草包生孩子，你没病吧？他说什么？哟，是二公主。本来是想打一条野狗的，没想到砸在了二公主脸上，真是对不起。魏新年，你敢讽刺我？不过二公主该减肥了，这糕点不够盖的。公主不必生气，我在这儿替二娘给您道歉。好啊，想让本公主消气，就跪在我面前。二公主的心肠果真一如既往，这么湿冷的天气，莫说是怀孕妇人，就是寻常女子也难以承受。亲娘，换条路出城。是。金雀，你来了。金雀既然不便上马，不如就让她这位小嫂嫂来。你会打马球？马球？
没关系，打马球很简单的，一学就会。正好我们还差一个人，小嫂嫂可以补上。来，咱们去换衣服。你怎么把韩六请来了？谁请他了？是他带着一群人撞见我了，非要跟我打马球。芷春，快推球！不行，我会掉下去的。细雨，这马好凶啊！等下我能不能换一匹啊？好啊。哎呀，怎么又挡到你了？这马好凶，它又乱跑了。少夫人莫要担心，虽然大少奶奶没有碰到球，但也算有惊无险。他和江四要赢了。李枕春，你到底是来打马球的，还是来拦我的？都怪这马不听使唤，每次都把你们拦下来。你不会生气吧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我不会打马球，你们非要拉我组队，惹了你们生气，还来怪我。不好，去请驯马师！把手给我。你是来给我当缓冲肉垫的吗？你不会伤到腰背了吧？别担心，我没事。你要伤到腰背，我以后的幸福怎么办啊？我没事。真的没伤到腰吗？会不会影响日后使用啊？方才那般凶险，魏公子怎么还主动凑上去？要是伤着了，可如何是好？是啊，大郎，我一个商户女，不值得你这般做。下次莫要为了我，将自己置于危险中。大哥和嫂嫂的衣裳都脏了，我岳家别院就在附近，你们还是赶紧去换一套吧。有劳。自从小妹出嫁后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过来踩她一脚，是不把我岳家放在眼里吗？绝无此事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水儿，可消气了？既然韩姑娘知道错了，此事就此作罢。你肚子里的孩子也快2个月了，可找着不要他的理由了？如果不是你将魏二逼入死地，我也不会出此下策。魏家没落，我不愿耽误你。我已经决定送你回渝州，合理。啥？去哪儿？那我不是白贿赂李广权了吗？为了和你的婚日，是我吃了很多苦。你家人对你不好。大郎，你不知道我在李家过得有多苦，继母让我刷尿桶、洗尿布，要是没有这婚约，我早就死了。过些时日，我随你回李家一趟。魏家虽然不济，却也在一个商户之上。好啊，大郎人真好，以前都没人替我做主。赶着投胎啊，跑那么快？你拿我画本干什么？无聊，拿来解闷。
不就一画本吗？还你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把你那儿有的画本都借给我看看。凭什么？我也有很多画本，咱们可以换着看。不稀罕。这才是真正好看的画本。等你看了，保证你求着也给你换。爷，我那些画本你随便挑，以后有这种好东西，记得给我留一本。写完第2卷后，记得让嫂子先过过眼。你在说什么屁话？小爷我一个正经人，能写出那等风流文字？没事儿，不用你贿赂我，我会替你保密的，嫂子挺你。你说要陪我回李家，可是我还没准备呢。准备什么？答应给家中妹妹的礼物，还有金银首饰。后娘总瞧不起我，我心里憋屈，所以每次回去都要好好打扮，穿金戴银，风风光光的回去，在她面前显一显面子。走，带你去买首饰。你等一下，我问问金雀要不要带些东西。哟，你不是不爱那种画本，那你眼下青黑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夜通读经书，大彻大悟。你个凡夫俗子懂什么？我找金雀有事，先走了。我问你，他和谢维安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你给我那画本不是写他俩？大郎，你们在聊什么？画本功课。功课和画本，哥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我问你，金月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谢维安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直是你的。你说什么屁话？他肚子的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？金雀，这事你得去问金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跟你哥出门约会了，你别来打扰。李芷川，大郎，咱们去买首饰，别理他。你和二郎的事，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魏二心眼小，看了画本还怀疑自己夫人，不像我，对大郎绝对忠心，至死不渝。真的？必须的。可我记得，你原是打算要嫁给……好啦好啦，咱不吃醋，快走吧。这里的东西太贵了，怎好叫大郎破费？你但凡看过家里的账本，也不会觉得买几只簪子是破费。靠，到底是哪个狗东西把我不会看账本的事告诉魏南辰的？大郎，我们家很有钱吗？很穷，买几只簪子就会倾家荡产。大郎，你竟然愿意为了我倾家荡产，我好感动啊！等会儿记得多挑几只，我要是为你负债，你会更感动。我怎么忍心让大郎负债？等会儿我买2只撑个面子就好，定然不会叫大郎借钱给我买簪子。大郎，你说我戴金簪好还是玉簪好？这些簪子不衬你，上楼再看看。大郎真好，眼神也好，一眼就看见了这对十分适合我的耳环。
你若是想不到夸人的话，可以不夸。那怎么行？我娘说过，做夫人的就要常夸夫君，让夫君保持自信，这样夫妻才不吵架。大郎，这个簪子好漂亮，其实不适合我，我脸小，这簪子不衬我。包起来。哎，不要不要，这簪子……好吧，听大郎的。大郎，这珠花也漂亮，不过这是海棠花，我不喜欢海棠。包起来。哎，大郎，这珠花我不喜欢的。大郎，等会儿到了李家，你少说话，下巴抬高，眼神要傲慢，最好斜着眼看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话越少越装啊，贵人都是这样的。大郎给我买的首饰，我要全部戴在身上，亮瞎他们的狗眼。我耳坠戴不上，大郎能帮我一下吗？哎呀，这不就是画本里的心动时刻吗？大郎，大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沙子进眼睛了？我给你吹吹。是不是我的簪子戳着你了？我就说刚刚头上的簪子往里面推了一点，都扎着我头皮了。大郎，要不咱还是找个郎中看看吧，免得后娘嘲笑我嫁给了一个独眼。下车。这就是姑爷吧，长得真俊。那是，比你家老爷俊多了。我是你爹。那他也比你俊。等等，这太贵重了，我爹不喜欢这个，拿回去。我爹喜欢酒，回头我送他2坛酒，酒比这个实在。哼！你还哼上了，再哼把嘴缝上。夫人与岳父长得不甚相似。要是长得像他，我不如死去呢。孽女！大郎，我好怕，爹要打死我，保护我。没事儿，这是最新的发型，叫富贵落尽。枕春，你去妹妹那儿整理一下。我不去，大郎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是外男，夫人乖，去梳头，我等你。好。岳父，听闻我夫人亲娘是死于火灾。是啊，那年土匪下山，一把火烧了家里的酒楼，枕春他娘就是死在那场大火里。岳父当时去做什么了？我下乡找货郎商谈供菜的事了。等我从仙下回来，酒楼和后宅都烧了个干净。事后可有报官？唉，当然了，只是官府人手不够，2、3年了，也未曾拿到真凶。我与夫人婚约之事，岳父知道多少？这事儿我不知道。死丫头大了，婚姻之事自己就敢做主，拿着婚书就去魏府，没叫他老子长长眼。大郎，先别叫我大郎，你怎么把妆上成这样？哎呦，你说我能为了谁？爹，我好看吗？大郎，我们回家吧。红袖炖了甲鱼汤，这甲鱼汤不能炖久了，炖久了咸。你那是炖干了。贤婿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们早些回去。我这女儿多留一会儿，我都得少活几年。你以为我想留在这儿不成？夫君，
咱走。小娘，你看我头上这些首饰都是珍宝阁的，我很羡慕。你爹说是他一手将你带大，为何你俩却势同水火？那老邓这么和你说的？我是说我爹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有什么不对吗？他没跟你说实话。我娘死后，他把我扔给小姨，后来他良心发现了，回来接我。有了点钱，就想着娶田房，说什么为了照顾我，结果那小娘肚子鼓了一次又一次，全是我在伺候。大郎没有小娘和庶出的弟妹，自然不懂得我心里的酸甜苦辣。看得出来，你尝了不少酸甜苦辣。你那小姨没来上京吗？小姨一直伺候主人家的小主子，要亲眼看到小主子成亲生子。说到生子，大郎，我们何时补上洞房？你先回去洗把脸。洗了脸就洞房？太快了吧！要不我先吃完饭，再看个画本。你怎么不让我等个几十年？那时候大郎还能动吗？你闭嘴吧。哦。那还洞房吗？二公子，那处等子坏了，您换个地方坐吧。二郎有话要说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谢伟安的？二郎从何处听来的？你别管我从哪里听来的，我就问你，1年后的和离还算数吗？自然作数。你如何保证？万一你爹反悔，或者你兄长要弄死我怎么办？若是如此，只能委屈二郎再等等了。还等？再等孩子都出生了。谢维安算什么男人？要是爷，早就带人冲进魏府抢人了。快吃！你看你瘦的跟个纸片似的，怀个孕跟没怀一样。你可是有事求我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看的。二公子，调戏我家姑娘，真心实意的赞奖。你家姑娘没被人夸过吗？那你家姑娘真可怜。南枝，让静心和静野去二公子书房看看，瞧瞧里面是不是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。算你狠！不配吃小爷的鸡腿！你来干什么？姑娘已经歇下了。爷的床被水淹了，来找你家主子蹭个地儿睡觉。二郎想睡何处？你怀了孕，爷也不跟你抢床，你让丫头把爷原来的地铺打上。啊！老鼠！姑娘，有老鼠没事吧？我有地上有老鼠，刚才咬了我一口。魏儿，你是吓死我不成？打算踩死我吗？老鼠呢？跑了。南枝，把灯熄了，睡吧。有老鼠！你想要什么？我可以涨月银，可以还画本，但读书之事是你娘定下的，不能不读。那我月银涨到200两，画本也要还我。20两，不行就算了。行吧，20两就20两，画本记得要还我。下去。啊！老鼠！你打算演到什么时候？这次真有，不过应该很小，
刚刚碰着我脚啊！南芝来了，刚刚就在这儿。罢了，我今天换间屋子睡。你是打算偷我的簪子出去换钱吗？少污蔑爷了，爷只拿自己的钱。刚刚的老鼠，好像是这个。爷知道没有老鼠你很高兴，但是也不用太高兴。爷去替你睡那间新收拾出来的屋子，免得你搬来搬去。我去大公主那儿溜达溜达。殿下，我要跟王爷告状。你欺负梁安郡主，根本就没有好好护着他的女儿。皇叔把女儿送来当质子，也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我是废物，他也是废物，废物和废物结盟，能有啥好结果？你要是对梁安郡主不好，你俩友谊的小船肯定会翻的。翻呗，你去告诉他，趁早把女儿接回去，不然就要被我弄死。不就是私兵被陛下解散了吗？你虽然没有了千千万万个穿统一制式服装的护卫，但是你有我啊！太蠢了，我不要。往好的方面想，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殿下您的公主身份还在，日后定能东山再起。贬我为庶民的旨意，过几日就会送到公主府。那你还敢这么说话，会被我打的。你嫁错人了，魏家是皇上的眼中钉，你跟他们绑在一起，这辈子都别想当将军了。所以啊，还得靠殿下您这只老谋深算的狐狸，给我这只迷途小羔羊指条明路嘛。滚！本宫凭什么帮你？因为我蠢啊，我蠢的只会打仗，不会算计。以后殿下要是需要人挡刀背黑锅看人下菜碟，我随叫随到。行了，你走吧，韩辽当不了将军。那我就走了，不打扰殿下休息。我真走了。金雀姐，你要去哪儿？听说连城璧回上京了，我去瞧瞧。我也去，正好替魏儿出口气。金雀，真的是你？你叫我来，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和我说？连公子没有别的对我说吗？比如替我夫君张诺纳妾之事？要不直接动手吧？瞧他这怂样，揍他一顿，他也是不敢报官的。你是谁？我啊，我是你太祖奶奶，不孝子孙。谁教你污蔑别人的？谁教你不辨谗言的？谁教你插手别人家事的？做了坏事你还逃，逃了还要回来，回来还要去逛青楼，你没救了你，趁早去牢里蹲着反思吧。嫂嫂，莫要胡闹。你为魏儿纳妾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想过的。你应该会觉得十分轻松，他纳了妾，就没人烦你了。那你打算污蔑魏儿杀人的时候，又可曾想过我？这题我也会。想过，只要魏儿死了，金饶你就自由了。不知道为啥，我现在感觉他有点无辜。他把锅甩我身上了。这些又不是精确让你做的，做了坏事就是做了。那我们还打他吗？魏儿在牢里蹲了1个多月，虽说此事你是听命行事，但是魏儿拿你当朋友，你若是对他有半分朋友之情，你就该还他。那我要是对他没有呢？那你就更该还了。怀着孕怎么还乱跑？想吃九安楼的饭菜，让人打包回去便是，何至于辛苦跑这一趟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星月因为魏二之事在怨我，不过他怨我也是应该的，那毕竟是他的夫婿。几个月不见，你这张嘴是不会说话了吗？是我说错话了。魏二之事与我并无干系，我今日也只不过来九安楼吃饭，碰巧遇见了2位魏少夫人，我这就离开。水儿如何说，
你便如何做。哟，这不是世宗大人吗？好久不见。参见大公主。小门小户的女子，如何能与丞相之女行一样的礼？这是要我下跪呢？殿下，友谊的小船翻了。殿下，他是我要护着的人。金雀，我这是在为你出气呢，但是看起来你好像不需要。魏二也不错，虽然不成才，但是个样貌俊朗的少年，也算是般配。臣记得殿下应该还在禁闭期间。是啊，关禁闭太无聊了，出来转转。世宗大人该不会告诉父皇吧？臣对圣上忠心，自然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自从岳公子当上世宗大人，是越发听话了。原来体面人骂人都这么隐晦，骂人家是狗，就说人家听话。那莲儿也很听话。愚蠢的豚，聪明的犬。若是殿下饲养，殿下会养什么？李姑娘会选什么？殿下不能都养吗？是啊，不能都养吗？殿下喜欢便好，臣还要送妹妹回去，就不招待殿下了。你送完了京朝，顺道回来送我一程呗。不顺道，臣急着进宫参殿下人。本宫在府中等着世宗大人召见。二位公子放心，我一定把莲儿公子引过来。哥，你往里边再走点，你那容易被瞧见。莲儿呢？一进巷子就被套了麻袋，对方来势汹汹，我怕暴露，没敢靠近。小爷倒要看看，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的人！方如是，你不在院里好好读书，竟敢跑出来打人，长本事了你！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小姑，你怎么也掺和这事？被发现了，铁定挨罚。罚就罚呗，这小子敢陷害你，我哪能坐视不理？小姑，你人真好。你的意思是娘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娘你也最好了。敷衍！你要是真觉得好，就该在屋里读书，跑到这窄巷子里算怎么回事？人我替你教训过了，你偷溜出府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娘，让我踹两脚，就两脚。哥，快救我！大郎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瞧见？二嫂，他是骗咱的，大郎压根儿就没来。好小子，敢耍你娘！今天非得让你长长记性！小姑，你怎么出卖我？听金雀说你在府中读书，怎么出现在这儿？书读多了，眼睛花，出来明目。我送金雀回去，二郎可要一起？娘和你小姑老了，就想动动腿走回去，你自个儿去吧。我瞧见京月有一只青玉簪子，不知道兄长可知道这簪子是谁送他的？二郎也想送他一只这样巧夺天工的簪子，可惜我月银只有2两，想买也买不起。只有2两，水儿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已涨至20两。贤弟可满意？说到底，我现也没有什么要用钱的地方，只是要想送夫人礼物时，总不还找她拿银子。若是这样，哪里还有惊喜在？贤弟，回去我让人划你3000两。我拿了大哥的银子，夫人不会生气吧？随你，你高兴就行。二叔母，小姑，枕春啊，二叔母和姑姑去干坏事了？嘘，是解决私人恩怨。二叔母，
下次有这种事儿，你能不能也叫我一声？我也略通拳脚，咱比划比划。你别3两招把他超趴下海就行。上回的补药，大郎可喝了，可有用？哎，大郎，方才二郎已经用这招骗过我们了。下这么大雨，大郎还出门，该不会是出去私会哪个家的小娘子了吧？你误会了。那你干什么去了？雨下的真大。二叔母、小姑，你们看他。大郎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这夫君要做什么，就该跟夫人通个气。二叔母，您和小姑去哪儿了？这雨可真大。既然雨停了，我与夫人下去走走。二叔母和小姑先回去吧。既然人都齐了，那话就该说了。自觉心里有亏的，去祠堂跪着。大嫂那眼神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看就是让我们各回各院，甭去祠堂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是让咱们赶紧去跪。猪脑子啊！要说无愧，你们3个人才是无辜的。你们都回去吧。连二那孙子麻袋一套就求饶，我一脚差点给他腰子踹碎。来来来，边跪边吃。精雀，这5人旁的花生绝了。那5人旁是我名义下的商铺，你若是喜欢，我送给你。精雀，我爱你，下辈子我还当你大嫂。那我下辈子还给大舅哥当妹婿。大舅哥慷慨解囊，救我于穷苦之中。你给他当狗了？你抢他钱了？给了你多少？我儿出息。公子，老夫人来了。哼，倒是跪得齐整。方才连家小厮来告状，说我魏家二夫人和二公子敲了他一顿闷棍。二娘可有话说？是我的错。他有人证物证吗？没有就是污蔑。他说我打了他，我还要说他抢我钱呢。当真不是你动的手？我发誓，若我有半分虚假，这3000两银票当场烧毁，我日后求他响槟当。娘，我没他那么厚的脸皮，实在是骗不了自己的良心。这事儿就是我动的手。谁厚脸皮？谁欺骗良心了？你说话比我娘还有分量。你说，你信不信我？信。祖母，你看，你的好孙媳可以作证，我刚刚一直陪着她和大舅哥呢。这银票就是大舅哥给我的。你还要吗？你说呢？枕春今日出门，可见了什么人？见了精薛的哥哥，还有大公主，没交上朋友，他们瞧不上我。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长成大姑娘了。你以前也叫枕春吗？你以前也叫枕春吗？你想起我了？我幼时在临河的淮南王府住过，那儿有个小姑娘，但她姓魏，是位县主。从前呢，有一座很大的院子，院子里有很多人，有一个小姑娘，有一个小公子，还有一颗石头。你是那个小姑娘？不，我是那颗石头。小公子，你忘了是谁趴在树上撒了你满头桂花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哑巴吗？你今年几岁？石头，你别拽！有比鬼还可怕的东西，我要回房间躲着。好看！我脚太可怕，居然吓得我说话了。我温柔、娴静、美貌，不是就是。你说
福安县主是天底下最好看、最温柔的女子。魏翘，好看。你可千万不要被魏翘迷了眼睛。你要偷马？没有。你有。你闭嘴！再说我跟你切磋。我有马，可以借给你。你能走路时，我不介意带着你。现在你不能走了，我不介意把你扔在这里。我不求你管。大公子要去边关，怎么会往南方走？不妨事儿，不妨事儿。县里在征兵，那些人也要去边关，大公子跟着他们过去就成了。大公子，你与这位小兄弟牢牢跟着军队，不要太近，也不要太远。我会回来看你的。走吧，别跟丢了。魏翘，你有遗愿吗？我有遗愿。你就算不说，我也知道，你要去边塞找你娘。如果你娘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，那她应该是长公主的手下。长公主是个好人吗？当然，还很厉害，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。王府传信说你丢了，大哥派人到处找，头发都愁秃了。我是不是要被罚了？知道的事儿还问二叔。臣妇参见殿下。恩师快起，是我对不起魏家。殿下何错之有？为国战死是魏家男儿的荣耀，家中已有儿孙，无后顾之忧。臣妇还有3子幼女，愿继续镇守边关。愿为殿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后来治好了嗓子，脸也好了，爹接我跟着他到临河做生意。到了年纪，看尽临河男儿都不如小时候的小公子。拿了婚书，央爹来上京寻你。我一直以为你是男孩，为何我从未听父亲提起过婚约？因为小时候生得不好看，怕把你下回当亲。我可是替你爹研了好久的墨才写的婚子。我一直很喜欢大郎，等着履行婚约呢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无事。别误会，我可不是关心你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狗路过都会帮一下，而且我也不想你出事。你摆花干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不是你让人摆的花。这花是你买的？是啊，公子，我特地买了少夫人喜欢的花，花了500两呢，挂您的账上。500两？谁让你买的？这是要害死我！公子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请大夫。姑娘是来了癸水，又在那阴湿的祠堂跪了那般久，这脸都疼白了。二公子，我家姑娘已经睡下了。他睡他的，我看我的，不会吵着他。起开，别耽误我夫人看病。二公子，我家姑娘不需要大夫。不需要也得看，这可是我魏家头一个孩子。呀，夫人怎么醒了？快躺下，大夫快给看看，她怀着孕呢，诊仔细点。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什么？夫人刚跟我说什么了吗？大夫当然可以给我诊脉，若是没有诊出什么，倒也还好。可若是诊出什么来，夫君觉得吃苦的会是谁？你走吧，公子，你放心，我虽然初出茅庐，但是嘴很严实。这深宅大院的事儿，我不往外说。滚！再晚起，也连出诊费都不给你。碰上一桩生意不容易，你得同情同情我啊。封口费他给。夫人，您这病难治也不难治，
得加钱吧？杨大夫既如此缺钱，又与我有缘，有心留你日日为我请平安脉，可愿意？昨日你说婚书是你自己求来的。啊？你是喜欢我的？啊？小时候喜欢，长大了也喜欢。哦，那你当初为何又要换妻？大郎，我爹是个走商，手里多半是不干净的。我怕嫁给你之后，你查到他头上，害他失了生意不说，还得蹲大牢。我虽然不喜欢他，也不喜欢小娘和弟弟妹妹，但是人心都是热的。所以，你是为了保全你爹才选择换妻？啊！而且二郎看起来好说话，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把我爹怎样。夫人既然知道岳父大人误入歧途，又怎么忍心让血亲越陷越深？不如夫人去报官吧。本来昨天想送你当定情信物，没好意思开口，要不现在送你？你确定不是想捡起来砸晕我吗？大郎说哪里话？心疼大郎都来不及，怎会动手打你？不是要报官，赶紧去！方才想了想，大郎说的对。你知道什么是丧尽天良吗？知道什么是人性泯灭吗？知道什么是天崩地裂、人伦颠覆吗？哎，我超威的！大哥，狱卒大哥，我要换牢房，这人太吓人了。不是，我是被我女儿陷害进来的。都说父女无隔夜仇，你做什么了，让闺女恨你成这样？以前家里遭火灾，她娘没了，脸上留了疤，还不会说话，一狠心把她送人了。说，你这真不远。后来，我把她找了回来。找回来不是好事吗？可她回来之后，3天上房，5天掀瓦，10天里头有8天在暴打我。说，你也不容易啊。魏南城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也来打我的？你们能不能一起打完？非得一波波来？躲进牢里了还追着打？岳父大人，哼，女婿怂恿媳妇儿把亲爹告进大牢，还有王法吗？你怎么知道是他怂恿我的？你个孽女，什么时候有这脑子了？以前有仇直接打，哪会报过官？岳父，走私珍珠，轻则牢狱，重则掉头。小婿这是拉您上岸。这就你闺女，没毁容啊？长得挺好看嘛。看什么看？这叫花容月貌。跟你不熟，眼珠子收回去。魏大人好手段，查案连岳父都舍得送进来。谢大人过奖，谢你们夫妻，不然我还得绞尽脑汁寻珍珠商。谢大人笑得真假，找魏二喝酒吧，他当爹了，挺高兴。魏二有病吧？天天写信，就4个字。大郎，谢公子说查案是何意？大郎早知我爹犯珍珠。岳父说，年轻时走上白苗镇，白苗即珍珠啊，白苗就是珍珠？那里珍珠价格更高。可我爹后来去临河了，连海腥味都没有，怎么还在贩珠？卸任了还操这份心，大郎真是上京百姓之福。听起来像在骂我多管闲事。怎么会？我最敬佩大郎。若是旁人，我才不会为了他把我爹告了呢。话说，先前这案子在大郎手里没办成，才转给谢维安的吧？是，珍珠商事关珍珠瘾，层层查下来，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。对，大郎说的对，当官就该为百姓出头，尤其是大郎这样好看，不是这样公正的官。你的耳坠倒也不必全挂耳垂上，塞耳朵里也无妨，左右你也不用耳朵。大郎的话我都好好听了，不就是珍珠商吗？我知道从哪儿查。哦，
大郎，可去过醉红楼？夫人想说什么？威尔写的话本《香楼记》中提到了醉红楼有珍珠女玉娘，他肯定知道货源。二郎写的，找他去，肯定知道。什么玉娘？不认识。醉红楼没玉娘，话本里玉娘露珠钗又是谁？你少糊弄我！真不是我写的，是不是比对便知？好，承认这话本是我写的。你还有这本事？其实这不是话本，是我打赌输了，替一个夜度娘写的平生半契。赌什么？丹青，就是在姑娘们身上作画。哎，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画全身，就在那姑娘眼角处画了一朵鱼梨。大郎，他不老实，你完了。你很老实吗？我当然老实，我对大郎绝对忠心。大郎就是天上的太阳，我是底下的花，一整天都盯着大郎看。还花儿呢？什么花长你这样？玉春花。哥，你找玉娘干嘛？她犯事了。这也不对啊，要是她犯事了，你带着这蠢丫头干嘛？不许叫我蠢丫头，叫我迎春嫂嫂。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名不如你原来的。醉红楼随时都能去，但月经雀的把柄错过了可就没了。这二傻子大晚上不睡觉跟踪金雀，大郎去醉红楼没带上我，正好看看到底唱哪出戏。月经雀这是杀人还是放火？一个破宅子防卫这么森严。决定好了吗？要不要爬墙？我靠，你这蠢丫头，走路没声音的吗？月经雀这是杀人还是放火？一个破宅子防卫这么森严。你咋知道这宅子是他的？刚刚你发呆的时候，门口停过2辆马车，你说这会不会是个店铺？难道是暗示？暗示？什么暗示？暗示什么？不见光的房间就是暗示，里面什么都卖，但东西来路不明，一经出手，钱货两清，概不负责。走这边。你傻不傻？那边黑灯瞎火的，能看见啥？走这边。那边太亮了，肯定人多，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？谁跟你说黑的地方人就少？听我的，走这边。月经雀肯定在这边。那咱俩分开走。你以为爷稀罕和你一起？吵完了吗？吵完了就准备上路吧。哼，大哥真会开玩笑。找个僻静的地方处理了。大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客人，我夫人就在里面。夫人？哪个？穿粉色裙子，带2个丫鬟的那个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们这店也别想开。你不知道那护卫多吓人，他说要把我们杀了。嫂嫂莫怕，吓唬生人的。你来这种暗示做什么？这地方东西来路不正，出事你哥都保不住。金雀，这儿东西这么不干净，咱还是别买了，回去吧。嫂嫂莫怕，没那么严重。那金雀就买什么呀？金雀，这暗示搞什么名堂？拍了一晚上，你要的珍珠连毛都没见着。既放了风声，必会来，耐心些。金雀，是珍珠。2000两，3000两，4000两，5000两，5000两，整整5000两啊！静友，别加了，谢维安那狗东西不配你倾家荡产。嫂嫂，这颗珍珠在大堂里留得越久越好。那你加价也加太多了，1000两啊！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1000两银子摆在我面前呢。你加价10两就行了，加太多了，亏。 5010两，5500两，5510两，7000两。若楼下姑娘还要，这珠子便让给她了。静心，别加了，这珍珠让给她好了，反正咱也没亏，还让她多花了一些银子。此天不办案，闲杂人等避让。嫂嫂，我们走。静月，我会爬树，等会儿我抱着柱子下去救那姑娘。我们魏府侧门口见。
魏二，还真是你！你带着姑娘来暗室买东西，你夫人知道吗？说话就说话，你推人做什么？看来你挺看重这新宠啊，魏二。做个交易，休了月经镯，本宫给你7000两，再去求母后，让她给你和这新宠赐婚，别和这蠢货纠缠。爷休不休妻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二公主还是留着银子买棺材吧。你跟谢文安交好，去侧门被堵了也没事儿，爷就不陪你去侧门了，爷要翻墙。500两，帮我一把。1000两，1000两，成交。得嘞，老板请。操，腰差点摔断了，下次再有这种事情，3000两少1两爷都不干。下次有静心，静心不会摔。你还嫌弃上我了？要是爷不帮你，你都翻不过来。喏，你的簪子，自己拿着。真还想爷给你拿一路不成？我还是先给你拿着，等会儿再还你不迟。碎了？没碎，就是稍微裂了点缝，爷亲自找工匠给你修。走吧。魏金月是没有瞧见你，但是他瞧见我了。无妨，他若是拉着你下水，我会替你讨回来。殿下，有人出7000两买这珍珠呢，7000两呢，就算给每个老兵发50两抚恤金，那也能发100多户呢。不值这个价，但若是被有心人拿到，却又不是银子可以衡量的。殿下，谢维安在查珍珠案，这事儿你掺和了吗？这颗珍珠没有名录吧？这题我会。谢维安查到暗室今天晚上有大珍珠卖，他托金雀去查探消息，赶在他的人到之前，我先把珍珠抢了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暗室有大珍珠卖的消息是我透露给谢维安的？殿下也要查珍珠商？珍珠是饵，本宫要钓的是背后那张吞了1000万税收的我。你爹就是商人，你可曾过问他，作为一个小商人，从南海送一颗珍珠到上京叫过多少关口，又要交多少税？老登从没和我说过这些，但是老登一颗珍珠能卖上百两，李家却还是不算富裕，想来大半银子都交税了。以前你爹的事我不清楚，但在上京城里，他手里的珍珠1文钱关税都没有交过。拿着珍珠去问你家大郎，得亏魏家商铺的账不在你手里，不然家底亏空了都不知道。捡的？真捡的，我去救那个舞女，她身上掉的，我就顺手接了一下。谁又带她去凑热闹的？是我。我应了谢维安的请求，答应去暗室替他寻珍珠。若是寻到，就让人给他通信，他带人进去拿个人赃并获。哥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。我跟李枕春都是私自跟着他去的，他不知道我们跟着。公子，顺天府的人围了侧门，指明要请二公子过去一趟。二郎把脸留那儿了。你说过要保我的。我说的是替你讨回来。不是吧，月金雀？这几个月我都把你当姑奶奶一样供着，主屋让给你睡，书房让给你用，连院子里的桃花都拔了给你种竹子。这么深厚的情谊，你难道不应该救我一次吗？去暗室的罪名很重吗？我记得不用蹲大牢啊，怎么就到表忠心的份儿了？兴许是把脸和脑袋都留那儿了。3人同去，为何顺天府的人只要你？哥，别问了，我现在有一种被自己人放冷箭，结果箭射歪了没死，他又补了一箭的悲愤焦作之感，心里拔凉拔凉的。我用布巾蒙脸了，不过让你过去问几句话而已。你纨绔之名由来已久，出现在暗室，
再正常不过。要是顺天府真要判你的罪，你再把连城璧拖下水，拉一个垫背的，死也要死得值当。你们到底会不会宽慰人啊？一个骂我纨绔，一个咒我去死，纨绔就不值得让人宽慰吗？哥，要是我真去蹲大牢了，你还会捞我吧？拿什么捞？我已经不是府城了。那看来还是得看我大舅哥了。大舅哥是体面人，他应该不会想有一个牢房2进2出的妹婿。我同你一起去。你去干啥呀？你要是去了，让那蠢货瞧见，他更咬着我不放。二郎这是要去自首？呸！会不会说话？爷是去提供赃物。看在你以前给爷送牢饭的份儿，爷替你挡一回。你人真好，我和金雀一起送送你。怎么还不出来？谢维安该不会把他关起来了吧？你很关心他。大郎说什么呢？我的心里只有大郎一人，关心他也是因为他是大郎的弟弟。大郎用不着吃醋，我身心都只属于大郎一个人。你身上有脂粉味儿，你去醉红楼是不是抱别的姑娘了？没有。回答这么快，你是不是心虚啊？你今天白天用的什么头油？桂花味的。晚上洗完澡之后呢？桃花的。你刚刚闻见的味道是什么味？桂花的。白天是狗蹭了我一身的味儿。那大郎喜欢狗吗？喜欢吃狗肉。真的吗？狗肉补腰肾，大郎喜欢吃狗肉，那腰肾岂不是很好？我兄长来了。看来我那不争气的妹婿又惹你烦心了。当了他这么多年的哥哥，也是难为你了。劳世中大人费心了。走吧，进去瞧瞧，看看他又惹了什么麻烦。谢大人，听说我那妹婿来了顺天府，他人呢？怎的没瞧见他人？魏二手里拿着一颗来历不明的珍珠，按照规矩，魏二已经下狱待审了。他来之前与我说过，他那颗珍珠是在暗室捡的。可是二公主殿下说，未曾在暗室见过珍珠。若是暗室没有珍珠，来的人是去做什么的？专门去缉拿我夫君。若是这样，来的人又是如何得知我夫君手里有珍珠呢？冤枉你的人自然知道你手里有赃物啊，大郎。咱家那书里写的贼喊捉贼，是不是现在这场面？公堂之上，夫人莫要拿小谢大人打笑。小谢大人为官数载，又岂是那不辨是非的人？二公主确定从未在暗室见过珍珠？确定。去将那个舞女带上来。是你是不是？是你要买珍珠，然后抢了我的珍珠？那是我的，珍珠是我的，我从河里捞起来的，那是我阿爹的救命钱，你还给我！小谢大人，现在可要如何是好？这位姑娘说二公主抢了她的珍珠，二公主却说没看见过。我没有，本公主压根就没有见过珍珠，她这是污蔑。是魏二抢了她的珍珠，然后栽赃在本公主头上，望谢大人明察。是吗？我瞧这姑娘眉眼清明，也不像是个瞎的，难道是男是女都分不清？是你，跟在魏二旁边的人是你，难怪你要保她。二公主在说什么我听不懂，但是我护着魏二不是应该的吗？要是二公主污蔑我夫君的事被姑姑知道了，姑姑会说什么？大郎快看，谢伟安嫉妒的脸都歪了。本宫替金雀教训他便是。侍中大人，好巧啊，又遇见你了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殿下信缘分，当然信。下官不信缘分。那金月信吗？皇姐，你信吗？我信。本宫觉得金月和珍珠也有缘，金月不妨说说这段缘分。皇姐，我才是你妹妹。你如果不是本宫的妹妹，本宫不会给你开口的机会。大郎，他好飒。小点声。魏二，你怎么进来了？
懒得跟你说话。魏二，我不玩了。正好，爷爷玩累了。连城璧，你欠这1万。新年兄，咱也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这钱能不能少一点？少你1文钱，都是爷给你的好脸色太多了。魏二，我觉得的吧，咱今天玩的不正式，这不能算啊。你来接你。魏公子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新年兄，捞兄弟一把，看在曾经狐朋狗友的情分上，替我跟金雀和大舅哥求求情。求你大爷！狗东西害爷蹲了1个多月的大牢，还害我大哥丢了官。爷不捅你2刀，都是因为大魏律法森严。我真蹲不了1个月，我在牢里会无聊死的。大郎，回去了我弹琴给你听吧。我觉得我现在心性高洁，弹出来的东西指定能听。这套说辞不适用于武夫。为什么？因为武夫会把琴弦拉断。你要是全部给我弄断了，我一时间找不回来。我什么时候把琴弦弄断过？改天我给你全卖了，全部换成银子，给我买珠花。你有多少脑袋能顶得那么多珠花？我换着戴不行吗？不想回去受罚，想去珍宝阁？不买就不买，我自己买。停车！回去和母亲说一声，我和夫人不回去用武扇了。既然来了，就陪我舞几招。得嘞，殿下。殿下，珍珠案怎么判的？殿下可得到自己想要的？若本宫想要的轻易就能得到，本宫也不必大费周章，跟皇叔结盟了。珍珠商事关关税，一颗南海珍珠运到上京，交多少税全凭运气。有时候1文钱不用交，有时候1颗珍珠需要交100两银子的税。那不亏本了？是亏，但到了上京还能搏，打道回府就血本无归。况且珍珠使不光收苛捐杂税，还私卖珍珠给小商人走私。来上京的珍珠术只有珍珠使知道，税是他编的。要是珍珠尚且这样，那官盐盐运使捞的银子也不少。表面上他是本宫的人，但近年他给本宫的账簿和银子对不上数。账簿和钱对不上，还是这2样东西和实际上的盐对不上？你说呢？圣上的人，那陛下可下旨查盐运使了？他要查，他举着一把刀，看不惯谁，刀就会落到谁身上。殿下觉得这把刀会落到谁的身上？韩辽、魏三老爷。他疯了！北蝶压境，他就剩韩辽和魏三老爷2个能用的，2个难道不比1个好？他需要的是听话的新狗，不是拥兵自重的旧狼。我去醉黄楼办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你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就行。爷只是进去送画本，这画本是我答应别人要给人家找的，现在找到了，得给他送去。爷也不是想跟你解释，也不是怕你多想，就是怕你跟方若氏和大舅哥告状。你要等久了，也可以叫人进去催爷。你胆子挺大了，夫人怀着身子还敢来这儿？大哥，我是来办正事儿的。我跟灵儿有冤，她在里面没出来，打不得骂不得，我就想着来这儿坏坏她名声。哦，展开讲讲。他每次来指点红牌夜度娘，我让姑娘们离他远点，就说那方面不行。手段挺脏啊。那不你要问的吗？魏希年，你来逛青楼？谁跟你说我来逛的？我这是跟着我大舅哥办正事儿。威尔公子，你可算来了，奴家等你好久了。这位公子，您别误会，
魏二公子来楼里从不过夜，为此楼里姑娘私底下还议论过，他那方面是不是不行？但家中夫人已有孕，想来那方面是没问题的。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？大人明鉴，奴家对魏二公子绝与非分之想，奴家只是想要魏二渊答应写得奴家的画本。那就得问你了，你答应了这位姑娘的画本，可写了？什么画本？写的不错，没收了，你先出去。大哥拿它去做什么？不想走？我刚刚在里头看见你哥了，还有谢维安。你想让我进去捉不轨，看谢维安笑话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让你看清他这个人。他小肚鸡肠，公报私仇，现在还逛花楼。你人挺好，爷用不着你夸。大郎快尝尝，九安楼的兔肉可好吃了。我懂，大郎心疼我走了这么久的路，把第一口让给我。不是大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这不是劲儿大，我是太激动。你俩来了，酒楼的厨子都得下岗，还吃什么饭？光看你俩腻歪都饱。你跟京月兄长表明心意，他又拒绝了。他要1000了！我爹说，他就算跟母猪成亲，也不会跟我成亲。我出去走走。其实呢，你可以找别的事儿分散心神。什么？找别的男人？上京城除了你男人，除了皇子，还有谁比得上他？崔燕也行，但是崔又看不上我江家。他说不要你就认了，凭什么要认？咱女子又不比男子差，凭这是圣上的旨意，得认。不说男人，说志向，你会武，马术也不错，怎么不去边疆闯闯？这娶亲的滋味如何？你不能娶。能娶是能娶，但是怕娶了后悔。原先那右相嫡女未出嫁时，祖父动过心思，但祖母碍于面子，不肯与岳家交好。说到底，陛下得了皇位，又如何会放任岳家一家独大？我听说岳大人也在议亲了。江氏女爱慕岳大人多年，但她嫁不进岳家。何意？10年前，崔家和江家因运送粮草一事有冤，10年不曾往来。若是一桩婚事能化干戈为玉帛，你怕是不知道当年闹成什么样。血海深仇，岂是一桩婚事能消的？崔兄能想到的，那位又怎么会想不到呢？我是你兄长的朋友。我只听说长姐要带草包回来赞助，没有听说兄长带朋友回来做客，你是不是唬我呢？草包可比过你。比什么？我输了，银票归你；我赢了，乖乖叫我姐夫。不行，我要你那把红宝石匕首。行，那你等着。这是教我射箭的师傅，你敢跟他比射箭吗？爷自小就是在马背上射箭的，我敢说，你这五夫子绝对比不过我。好，那就比谁能射穿更多的靶子，10步射1靶，一共射10靶。小鬼，愿赌服输，叫姐夫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数靶子啊！公子9箭全穿，最后一箭钉在了第10个靶心中。姐夫，嗓门挺大。你等着，等我兄长回来，你跟他比策论。策论？谁要跟他比那个玩意儿，还不如比谁尿得远。魏熙年，孩子3个月了，再不流掉，肚子就显怀了。你说什么小产？你疯了！过寿最忌讳见血，而且这事要是露馅，我腿都得被打断。你不帮，我就去找大哥大嫂。孩子3个月了，你想我抱个孩子回来喊你爹？爷又没说不愿意，白给人当爹，还是爷占了便宜。你干什么？醉红楼那些姑娘没有碰过你的耳朵吗？反应这么大。问你哥去，爷睡了。李振春，下去！不放！你凶我！你再不松手，我就把你扔下去！
你第一次见面就凶我，你说我是哑巴，让我给你摘绘花，你还说我笨，写大字没你快，我帮你挑水，结果你还骂我。那桂花是你撒我头上的，不该你帮我弄干净吗？挑水差点把自己淹死，最后还要我砸破水缸救，不该骂你。放在正中间的位置，大郎一定能瞧见。大郎，你来啦！大郎看这汤，可瞧出它有什么不一样了？有何不一样？它摆的特别规矩，正好在桌子正中间，我摆的。你不说，我还以为是你做的。大郎快尝尝，这汤可好喝了。你怎么知道这汤好喝？我观其外貌，觉得它很好喝。那你眼神挺好。昨天的事我喝醉了，不记得，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吧？出格的事，你指什么？那应该就是没有，我酒品很好的，很少喝醉了干坏事。酒品很好，我倒是没有听说哪家酒品很好的姑娘会调戏河伯。调戏谁？河伯？不对啊，我又不瞎，要调戏也该选我家大郎才对。哥，你得帮我！你在外面欠了多少？这不是欠钱的事儿，我要是真欠了，哥你会替我还多少？精确的孩子是假的，你也知道吧？你也知道。大郎，他说的我压根儿听不懂。别装了，他让我帮他，也让你帮。你不知情，他干嘛找你？要不是为了你，他装什么怀孕？他哥是他哥，他是他，他哥要害你，又不是他要害你。要不是为了让相府的人接受你，他何必装怀孕？现在装完了还得小产，多受罪。原来是为了我。你可将要做的事告诉嫂嫂和大哥了？你没说。说了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很好奇，一开始你为什么要装怀孕？因为我伪善，想要你对我感恩戴德，言听计从，想要李枕春觉得我是好人，想要魏家觉得我是好人，把所有人都拿捏在手心里。我想要魏家家宅不宁，落魄的只能攀附相府，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你疯了！借点钱给我，改日还你。你要喝酒，正好我没钱，我陪你喝，你付酒钱怎么样？别那副表情，要不是我三哥把钱藏了，我用得着蹭你。精确怀孕了你不陪她，来这儿买醉。他都把我赶出来了，那肯定是你的不是。你说的对。你说你要夫人有夫人，要孩子有孩子，还有个有钱有势会罩着你的岳家。你作为一个纨绔，还有什么可愁的？你别跟我说你和我一样要感情，把醉红楼当家的纨绔要感情啊？有钱有姑娘陪不就行了？出去！你还真要感情啊？那你完蛋了，我就没见过精确动过情。江四，你醉得连爹娘都不认了是吧？好眼熟的一张脸，看着好生气。小谢大人，这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江姑娘的事了？把你家姑娘带回去，江三公子问起，就说我打的，打傻了让他来找我，我对他负责。你逗他了，不是你自己选的人，袒护到现在，怎么临到头又拒绝人家？祖母和母亲已经接受了他和孩子了。7个月后，无论和离还是没有孩子，都很难说过去。我会解决的，心里有数就行。解决不了，兄长为你兜底。多谢兄长。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要是被问斩了，你还用不着等1年。
因为我自私。虽说魏家之祸是内卫受益，但我很难不去想，你入狱是不是有我换花轿的原因？我做错了事，害这么多人遭殃，总要寻法子弥补。弥补你也好，弥补李枕春也好，弥补兄长也好，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听着真可怜，我可怜，李枕春也可怜，你大哥也可怜，都被你一厢情愿的当花养，你有没有问过我们愿不愿意？这是你的玉簪子，我找人补好了。今日祖母寿辰，男女分席，若有人为难你，去找兄长替你撑腰。知道了。有事儿？你昨晚是不是糊弄我呢？就是为了今天让我帮你演戏。别让我觉得你孩子气。你又欠人家钱了。我花了400两给岳京玉补簪子，他连一句道谢都没跟我说。那你跟他道歉了吗？我为什么跟他道歉？原因有2：一，簪子是你弄坏的，你不会修；二，你喜欢人家，也没过问人家意见。所以二郎是心疼400两打了水漂，还是因为他不接受你好心在赌气？我没赌气。行了哥，你知道我喜欢他了，给我留点面子。李枕春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？他去找你夫人了。看见谢三了吗？我一个女眷怎么看见他？怎么会看见他？我方才去过前院了，没看见那混蛋。你找他干什么？我找了一根特别顺手的棍子，找他试试手。你藏好点，别给我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要是等会儿你在宴席上被人赶出去了，别说我看见了你的棍子。瞧你这怂样，要是让你碰瓷公主，等会儿你也怂。我是信你才给你看棍子，别人想看我还不给呢。江思，枕春，看在上回陪你喝酒的份上，别出卖我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江思，我是路过的。他怎么了？带了棍子要揍谢未安，怕你拦着躲着走呢。我让静夜盯着他。静雀，我们真要这么干，会不会太坏了？他小时候把我迷晕，送给过一个老太监。我靠！上次暗示，他也推了我。干了，让他当一辈子尼姑都不冤。站住！奴婢拜见二公主。你们方才说什么？魏俏想要和离，那个卑贱的商户女不同意，还请公主放过我家姑娘。说吧，魏俏和那个商户女是怎么回事？大公子与大少夫人感情不和，据奴婢所知，大公子从未进过大少夫的房间。大公子想要和离，但老太君不同意，还罚大公子跪了祠堂。一个商户女也敢跟我争？这双眼睛生的倒是不错，挖下来给本公主当泡酒的药引子如何？这些都是你的人？是啊，要不我现在喊他们上来，扒了你的衣服，把你丢进这池子里游几圈？愿意愿意啊！好啊，那你现在就脱光了跳下去。现在还不行，这演戏呢，得吃点苦头才真实。但我想着，不能光我一个人吃苦啊，公主你也得吃一些，等会儿生气才更真实。贱人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扒光他！姑娘，若是有事便去吧，我自行去寻你祖母。谢太后，我让南枝带您去寻祖母。金鹤自小便沉着冷静，何事让她如此匆忙？回禀太后，是二公主与大少夫人起了争执，我家姑娘担心大少夫人，所以才……只是二公主太什么？奴婢并非有意说二公主，望太后娘娘恕罪。二公主她行事向来乖张，奴婢怕
怕姑娘吃亏。带哀家过去看看。魏京月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事跟你没关系。让开！岳京阙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上次在顺天府的事，本公主还没跟你计较。魏京月，你说要是太后知道你去暗室寻了一颗带着人命的珍珠给她祝寿，她会怎么罚你？你胡说什么？京阙！姑娘，大少夫人！还请太后娘娘让我家夫人去换一身衣裳。夫人品弱，湿衣裳穿久了恐怕会风寒。你别装！皇祖母明鉴，这个商户女心思深沉，这副病弱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二公主为何如此诋毁我家夫人，更不知她为何遣人将我家夫人推下水。魏某斗胆，恳请太后娘娘给我家夫人一个公道，给二郎夫人一个公道。皇祖母，闭嘴！禀太后，大夫说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恐怕保不住了。草民魏熙年拜见太后，还请太后恩准，让草民进去看一眼夫人。去吧。京阙啊，我的京阙怎么样了？莫急，御医已在路上，京阙会没事，孩子也会没事。皇祖母，你闭嘴！魏家竟出了你这么个歹毒的东西，推人下水，害人子嗣，哀家亲眼所见，你还要狡辩？我与魏家大少是在玩闹，他落实意外。至于岳京阙，我更是无心之失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不知道他站不稳，也不知道他会滚下去。我也不知道刀落在脖子上会不会死人，不如公主与我试一试。这如何能一样？如何不一样？微臣方才查验了拱桥，上桥共22步台阶，10余步台阶皆有血迹，莫说是孕妇，便是壮汉也难保性命。二公主这无意之事，与杀人何必？怎么弄成这样？摔的额头擦伤，膝盖擦伤，最严重的是脚踝，得养3、4个月。你就只会说风凉话！他摔之前你怎么不提醒垫个护膝？你还试试大夫？按理说，你这个做夫君的更应该提醒。早知就不该帮你想这馊主意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宁太后叫了御医，怎么办？我之前假装怀孕的时候用过一种药，能乱脉象，看起来像滑脉。小产后的脉象多是滑脉，但气血两亏，夫人本就体虚，脉象本就乱，这是寒药，吃下去会腹痛下血，看起来像小产。要不再想想，这药对身体伤害极大。我没怀孕，这药对我来说不会怎么样。李太医，我夫人怎么样了？太后娘娘，夫人肚里的孩子保不住了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祖母一定替我魏家的长孙讨回公道。夫人最近可是吃过寒凉之物，她有孕在身，如何敢食寒凉之物？正是，夫人的膳食我都查验过，绝无寒凉。老夫人，夫人这身子伤了底子，日后怕是孕子不易，即便怀上也极易小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说清楚！夫人日后恐难有子嗣傍身。皇祖母，李太医可有法子保住月经药的孩子？事到如今，你倒是知道后怕了。你说魏京月为何要雕剑于你？我不知道。二公主突然在桥上拦住我，说要把我的衣裳将我推入池塘，民妇不敢有冲撞啊！你别装，你刚刚分明不是这个样子，你踩了本公主的脚，还说要本公主吃苦头。我没有，我怎么敢这般对公主？我家夫人胆小，二公主莫要恐吓她。都是她的错，
月经雀的孩子没了都怪他，要不是为了他，月经雀根本不会上桥。不是真春的错，怪只怪真春遇见了坏孩子。精确是个善心的孩子，他会有福报的。魏家为大魏死了多少儿郎？这满宫训宦的皇室如此欺凌我魏家，若是早知今日，老身从未报效朝廷。老夫人莫要生气，这不过是儿辈间的嬉闹。嬉闹！试问上京城哪一女子敢拿一辈子不能孕育子嗣来嬉闹？从前你说你背后无人，我说服夫君助你。后来你又说你的儿子缺一位贤良淑德的皇后，我把女儿送进宫，她遭人陷害，一辈子未曾有自己的孩子。阿瑶，如今你也护不住我孙女吗？祖母，水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进去躺着。精确有一事想要求太后。好姑娘，你进去躺着，你要什么哀家都应你。此事精确本不该强求，但今日精确因为二公主遭此大难，精确舔舐了脸，唯求兄长将嗣求一道恩典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本公主的命？你莫不是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本公主就要给你赔命？月经可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臣女，本公主是皇女。别说只是一个未出生的孩子，哼！在哀家面前，你是孙女，她也是哀家的孙女。凭什么？她有什么资格和本公主相提并论？从小到大，祖母和父皇都偏袒她。我明明也是祖母的孙女，也是父皇和母后的女儿。你不过一个宫人之女，养在皇后名下而已，也就是生在皇家。要是在寻常人家，你只是一个奴婢所生的庶女。二公主德行不端，传哀家旨意，即日起在府中思过。你且回去躺着。你说的是，我自会回宫与皇上商量。谢太后，魏京月把精确害成这样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本公主都落到这境地了，再杀一个人又能如何？就算废了这公主之身，我也要弄死李枕春。别把人打死了。公子，全城都在传的话本，你真是太有才了。什么爷的本儿？要嫌我丢了魏家的脸，让我这就去陪爹和叔叔伯伯们。哥，这谁啊？姑娘，顺天府贴了告示，朝廷选拔武官，女子也能参加。圣上开明许此特例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爱卿不必多礼，西北山河，朕就等着你拿回来了。臣定不负圣上所托。女状元接了，那我们也扔，让我们也扔。杨大夫，荆州日后真的无子孙之福？哪能啊！都是自己人，说漏嘴就漏嘴了。不过是寒凉之物吃多了，导致误诊罢了。要是魏京月那蠢货真害得京月不能生，我一棍子砸他肚子上，让他也尝尝这滋味。好好养身体。他是不是压根儿就不喜欢我？明眼人都能看明白的事儿，你就别在这儿烦他了。你跟我出来。想说他不必给你求这个恩典。是，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打算嫁了。蠢，这恩典为的不是你，是岳家。他不喜欢你，不代表喜欢别人。不管换谁嫁，他都一样没得选。他今日不喜欢你，不代表日后不会喜欢。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他心肠软，别让他觉得是自己错了。李枕春，你过来。大郎，你先等我一会儿，我过去看看。干嘛？神神秘秘的？魏京月把精确害成这样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晚上去揍他一顿，去不去？我不去。要是去了，祖母会打断我的腿。不行，你必须去。魏京月在公主府，怎么揍？把他叫出来不就行了？魏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下次谈事能不能找个私密点的地儿？富儿过来，我有一计。韩细雨倒是会借刀杀人，本公主都落到这境地了，再杀一个人又能如何？就算废了这公主之身，我也要弄死李枕春。李枕春人呢？韩六，你玩什么把戏？什么破迷药还冒白烟？去点灯！
谁？魏二买的这迷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带白烟？那么大一股白烟，是怕魏京月看不见？这迷药是青鸟去买的，关爷什么事儿？呜什么呜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别把人打死了。魏儿，醒醒！凭什么？你在爷院子里的时候，爷的床就让给你睡，现在到了相府，你的床还是你睡。你去打地铺。魏儿，下去！你哄我几句好听的，我就下去睡地上。什么是好听的？你叫我夫君。不行。那爷不下去。夫君。哎，把爷的床铺好，爷洗完澡后就回来睡。去吧。姑娘可醒了，大公子的赐婚圣旨下来了。赐婚的可是兄长与姜四，是大公子和大公主。二公主那边圣旨今早已经下了。祖母，德行不端，废黜公主封号，北为庶民。魏京月这一贬也算给了岳家一个交代，我也不能再为你求什么，你父兄也不能再说什么。你兄长的婚事，你已尽力了，毕竟是圣上给崔家和姜家赐的婚事。我原先也没有想到姜四会和崔家扯上关系。姜四是个好姑娘，这门婚事对她来说不见得就是灾。你也不用太过忧心，兴许大舅哥不喜欢江曲萍，是因为他喜欢大公主那样的呢？并非人人都沉溺于情爱。你是不是在说爷呢？去找杨长期，问问我何时能下床。1个月之内肯定不行。我娘昨日跟我说，这女人小产和生孩子是一样的流程。我没怀孕。杨长生都说了，你喝了寒药状似小产，那就该和小产一样的养法。而且外人都知道你是小产，你不做小月子不是穿帮了吗？公子，全城都在传的话本，你真是太有才了。什么爷的本儿？我就是随便写写。拿来我看。别看，没什么重要的。看了才知道。姑娘，魏府来人了，让二公写回去。我不去，我要伺候少夫人。来的是大公子和大少夫人。我死定了。回去吧，让我清静几天。是不是你卖了我画本？卖了多少银子？不是你自己卖的吗？看来是大舅哥干的。这是绝非越问的意思，大概是圣上的意思。圣上要借珍珠商敲点贪官，你这画本正好推波助澜。那也不能把我推出去啊！我还答应给金雀煲汤呢。我去煲，我新学的。别！你要是去了，他以后嫌弃爷的手艺怎么办？你跟姜四都得离他远点儿。哥，这谁啊？阿错，石头。三叔母。三叔母好。按照日子，你们应当还有些时日才能到，怎么这般快就到上京了？三郎惦记母亲，一路换马不停歇，这就赶回来了。糊涂！他既然伤了腿，一路该慢些精心养着才是，急着来见我这把老骨头做什么？老夫人自个儿养的儿子，还不清楚他那脾性，我能劝住他，等他从宫里述职回来，你好好治治他，正好让二郎也有个伴儿。二郎最近可出了不少风头啊！现在那些闺阁里的女子，无一不说你武能射箭，文能写书，都想给你做妾呢。祖母，我不纳妾。那你是想和离？我不和离。我要是和离，大舅哥能杀了我，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是人。这孩子怕是要学三郎那倔劲儿，
日后如同三郎和你一般。那姑娘刚没了孩子，日后也难有子嗣。心腹尚且年轻，这陡然失子，日后又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只怕心里有了坎儿。大郎和芷春倒是感情好，不如让他俩勤快些，多生下孩子，日后过继给一个二郎和二娘媳妇便是。此事不急。不急？眼看和你同弦术的儿郎娃娃都会落地跑了，你却连娃娃影子都见不到。画本一事也无妨，你三叔都辞官了，咱魏家该回乡了。大郎，我不想回渝州，我还没看过上京的雪呢。皇宫你也没有见过，那你可要进宫看看。可以吗？自然。拿了户籍去寻管宫女的太监，等你在皇宫住够了，到了出宫的年纪，我来接你。我现在就去跟老太君告状，说你要休了我，还要送我去当宫女。祖母，魏翘欺负我。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祖母也嫌你心思太脏，让你来静静心。你给谁写信呢？抄你的经，天黑前抄不完，别想回相府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去相府？你脑仁上写着呢。静娟，那么多世家公子，圣上为什么偏偏给我和崔燕赐婚？上京城这么多狗，为什么偏偏就选狗窝里的狗啊？这还不如让我嫁给连斌那废物，或者谢维安那小气官呢。逃吧。我逃哪儿去啊？你哥跟着我一起吗？还没嫁去狗窝，脑子就被狗吃了吗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骂我呢。你若是想逃，我能和你一起走。其实你用不着为我担心，不就是一群狗吗？到时候姑奶奶带着一根打狗棍嫁过去，我看哪条狗敢咬我。姑娘，顺天府贴了告示，朝廷选拔武官，女子也能参加。女子亦可。是啊，此次武官都能例外，下次文官焉知没有？江四，你可愿去武选？若是你选上了武将，能去西北，那这门婚事就拖上几年。几年之内，焉知不会有变数？女将，但西北偏远，北敌军凶狠，亦是凶险，看你如何选。留在魏家，我和你魏三婶能保你一世无忧。但女官之政本已经罢黜，如今北敌当前，朝廷又无可用之人，圣上开明许此特例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这当真是圣上许的例外，不是你拿功勋换的吧？我倒是想，圣上看得上我那点功勋，用功勋给你求，怎么不拿命求？当今圣上是个开明的主啊，都是客套话。特例一事，得问大公主才知道原委。你嫁来魏府小半年，投靠大公主和淮南王的事儿没露馅吧？以为我是你吗？藏得好好的，倒担心你回来连累我。哈，怎么可能？你三叔我成了京的黄大仙，神通广大，谁也看不穿。爹，孩儿心里苦啊，孩儿说真话没人信啊。大哥、二哥、四弟，你们等着我啊，我马上就下来看你们了。夫人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一回上京就要让你当丧夫了。你少在这里孟姜女哭长城！魏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贪生怕死的废物？这点腿伤就辞官，你把魏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好，要嫌我丢了魏家的脸，那我这就去陪爹和叔叔伯伯们。睡。死了？死什么死？蒙汗药，这老小子精着呢，睡几天就没事了。大郎，去请全城最好的大夫，看看你三叔的腿还能不能治。是，祖母。坐在这儿喂蚊子。我在等大郎开窗，证明我们心有灵犀。不开，明天接着来。还好你是女儿身，若是个男儿，姑娘可就惨了。大郎现在就像闺阁里的姑娘，主动开窗与我这个登徒子半夜私话。你这样的登徒子能做什么？能做什么？牵手、抱你，还是上礼？大郎，你害羞了？
耳朵都红了。无稽之谈。这次没亲错人，上次也没有。天高地厚，河深海阔，我心里只有大郎。你可要喝酒？大郎今日怎么想喝酒了？是不是因为我昨天说想留在京城，你烦心了？是啊，烦心的想把你就地埋了，省得你吵着要留。我现在不想留了。大郎先喝着，我肚子疼，出去方便一下。我不喝了，夫人自个儿喝吧。这酒得2个人喝。我告诉你我撒过的谎，一个谎，你喝1碗怎么样？你先说。小时候那匹马是偷来的。其实我娘早死了，我是去找长公主的，我娘是因她而死。别说了，你要喝酒，我陪你喝便是。大郎，他是个好人，所以我不怨他。你今日回了魏家，为何又跑回来？你又不在魏家，我回去干嘛？祖母要举家回乡，我和大哥都得回去。可是岳家在上京，那正好，和离吧。谁要和离？我不和离。你要是舍不得岳家，我就2头跑，在上京陪你半年，回渝州半年。魏儿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醉红楼那么多姑娘，个个比我强，天下女子万千，你为什么非要我？天下女子万千，怎么就只有你肯跟我拜堂？有些事我说了你信就是，非要刨根问底，你就是想气我。是吗？耳尖这么红，是有事瞒我吧？是你先碰我的。你又打我脸，小时候砸我马车，长大了打我的脸。原来小时候砸我马车的是你，你砸我马车做什么？我乐意，我乐意砸你的马车，怎么了？那你活该被砸。南枝，备水，我要沐浴。我也。你也想洗？爷才没有。公子夫人，宫里来人了。谁叫我？公子是谁？我不是女的吗？魏少夫人李氏，聪慧明敏，柔嘉诚信。赏谁？赏我的？魏少夫人还不接旨？臣妇谢圣上恩典。既然魏少夫人接过旨了，咱家也不多留。还有一份旨意是给魏二郎的，咱家还得赶往相府。公公辛苦，二郎不成器，让您费心了。这死孩子又惹了什么祸事？二叔母莫急，不见得就是坏事。大郎可是看出了一些什么？既然我夫人得的是魏京月推她下水的补偿，那二郎那边应当差不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魏楚诗书兼修，富有学识，才高8斗，赐翰林院编修一职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方才那圣旨说了什么？公子得了翰林院编修一职。二郎做官了，他如何能做官？圣旨上写了什么？爷不知道，爷困得要死。圣上给你赐婚了。你是不是就等着圣上给我赐婚呢？这样你就可以拿和离书走。魏儿，我耳朵疼。为什么？你嗓门太大，震到的。不是赐婚，便是赐官了。圣上给了你何官职？翰林院编修。给你吗？不然呢？圣旨写得清清楚楚，魏楚诗书兼修，才高8斗。这可不是儿戏，若是出了纰漏，轻则板子，重则咔嚓。这不明摆着要治我的罪吗？就算要补偿魏家，这官给我哥做就行了，给我干什么？大公主殿下被罢黜了。你听错了吧？罢黜的是二公主，跟大公主有什么关系？奴婢真听见的是大公主，还看见了那囚车从街上路过，好多人看呢。真是大公主，奴婢听得真的，绝对是大公主。魏儿，醒醒！南枝说小嫂嫂来了。不管她，也没睡醒。你得了官职，该回魏府跟祖母报个信儿了。我不去，除非你亲我一下。
我不亲。那今晚不许把我关门外。好。真的？你说话算话？自然，我说话向来算数。不是回魏府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你问他。你能不能让他先出去？我要是说了，我怕他打我。二郎还是先回魏府吧，我与嫂嫂有些话要说。说什么说？有什么可说的？我有啊，我最近好好读书，遇上了不少难题要问精确。你别挡着我，我问题还没问呢。哼，问什么问？要问你找我哥去，没看见他腿伤了。大郎最近在忙，没工夫搭理我。腿伤跟嘴有什么关系？他跟我说就行了，用不着他也没空。你说了不算，我要自己问他。我说他没空就没空。去哪儿了？我去找精确了，得了圣上那么多赏赐，想着分他一些呢。你倒是慷慨，也不知道之前是谁缠着我给他买首饰。是我，大郎买的首饰怎能和别人一样？那是我的心头爱，掌中宝，万不能分人。那我是什么？大郎这是跟首饰争风吃醋？我在说你爱财。其实大郎真要吃醋，我会很欢喜，这说明大郎心里有我。这轮椅可好用，兄长托宫里工匠打的，等会儿我便去信，让兄长托那工匠再打一把。你不问我为什么要去武举，为何要问？我不甘心籍籍无名，不想当个废物。大魏边疆有难，我想安邦帝国，我想功勋满堂。武举分内外场，外场我帮不了，但内场的策问和兵书我可以教你。策问？那不是文官考的吗？敢出魏三叔骗我？的确有绝伦科，绝伦科会降低策论的要求而提高勇武的标准，但如今朝中文武不和已久，绝伦科出身的武官大多遭到文官针对，少有得重用之人。懂了，这些不急。我还想请你帮我见一面大公主。你知道魏家军是因谁解散的？如今再去碰魏金河，等于自寻死路，所以不敢让大郎知道。整个魏家，只有你敢帮我。魏三叔是和你一起的。你这是又给本宫拉了一个谋士？殿下，别这么厚脸皮，他只是答应带我进来见你，可不是来投靠你的。武举的特例可是本宫拿命求来的。本宫在公主府等了你那么久，你倒好，把本宫忘得一干二净。殿下息怒，我不去找您，您不会来找我吗？本宫倒要看看你这没良心的，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我？如今您入狱了，可有脱身之法？没有，我等你统领大军后来天牢劫狱救我。静确，咱走吧。这主子靠不住，我是时候物色个新主上。你若是跟着我兄长做事，他未必不能给你求来武举的恩典。跟着狗干事，你就永远只是条狗。跟着本宫，本宫保你做大将军。公主如今是罪民之身，连脱狱都困难。我的母后是她曾经最疼爱的王妃，如今宫里的妃子多数跟随母后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您根本不需要我救，也能脱身？怎么，不换主子了？主上这是哪里的话？您为我求来这么大的恩典，我怎会另寻新主？我为殿下马首是瞻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依本宫看来，你不输你兄长，又何必按照你兄长和父亲替你选的路走下去？水儿，你来天牢做什么？兄长怀疑我见了什么不该见的人。你身子骨弱，不该来此地，我让人送你回去。你哥没为难你吧？不是，我不愿说的，兄长不会强逼我。只是接下来1个月，我怕是不能与小嫂嫂一同出门了。你被禁足了？嫂嫂要去武举之事，我恐无法再为你掩护。你可去寻江寺，让他约你出门。不是，大舅哥什么意思？他凭什么进你的族？
就是，太过分了。虽然爷替你不忿，也觉得大舅哥不应该，但是你去天牢做什么？那地方阴冷潮湿不说，还死气沉沉的，本来身子就不好，要是去那儿染了风寒怎么办？我也觉得二郎去书房多看看书挺好的，多看一些书，上职的时候才不会被人笑话。静心，送二高爷去书房。哎，爷不就是说了2句吗？你要是不高兴骂我就是了。这么晚了，嫂嫂不如留下与我抵足同眠。行，我让红袖回去跟大郎说一声。不行，他不能跟你睡，爷不同意。南枝，去把门关上。是。你都多大了？媳妇儿把你赶出来，还来找老娘做主？去，老娘没空搭理你。娘，你都要去渝州了，擦兵器架干什么？你该不会要带着兵器去渝州当山匪吧？风如是，你儿子还在朝里当官呢，我可不想到时候朝廷剿匪，名单上有你名字，那不是连累我吗？滚！老娘懒得看见你。金雀不爱见你，你也多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别跟那没断奶的孩子似的，屁大点事儿也告到娘面前来。你明日还要点卯，早些回去歇着。我睡不着，我只要一想到李枕春那丫头睡在我夫人旁边，我就睡不着。睡不着，那倒也好办，让青鸟寻根棍子，一棍子下去，保你睡得沉。有了夫人，你忘了地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对我的。以前你也没这么烦人，是以前的你不觉得我烦人，现在哥娶了夫人，看我这个弟弟自然就碍眼了。哥，你真放心我娘他们回渝州？我在我娘的院子里看见他把他那兵器架子擦干净了，他以前天天路过那架子，眼珠子跟摆设似的，看都不看，今天居然磨刀了。我就说你不该放心太早吧。二叔母尚且想去试试，只怕小姑更是按耐不住。四嫂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行的。我行的。别怕，老太君都往三郎院子跑，没事不会找我和周青。要是真的撞上，你就说我俩去寺庙里求平安符了。好。快挡我！江四，你疯了？撞我干啥？上面的主考官是我爹，他要看见我，我就死定了。啥？你今儿个才知道他是主考官？系上吧，遮严实点儿。我哪知道玄武关是他管啊？我以为还是吏部那帮老头子。那是文官，武官归兵部。你脑子是不是被门夹了？你看，那是不是魏家二婶和魏家小姑？枕春，我刚刚好像看见枕春了。他是不是来拦住我俩的？应该不是，老太君要拦我俩，派来的也是大郎，绝不会是枕春。那他来干什么？1000年的狐狸对上万年的龟，这丫头也来考试的。走。别能的手法你看见没？我大郎11岁就会了。不是，十指全身把上不就行了？炫什么技啊？我早知道不该站你旁边，显得我怪菜的。二叔母，小姑，好巧啊！是啊，怎么就这么巧呢？你回去别跟娘说看见我俩了。小姑，选上了要出榜的，想瞒也瞒不了。能瞒一天是一天吗？成。那小姑也帮我个忙，别跟大郎说我来考武官。我昨儿跟金雀睡的，跟他说这几天都不回主公。难怪昨天二郎那臭小子来跟我告状。二郎，魏二，不对，金雀在呢，他会掩护我的。对，慌什么？二郎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不至于出卖亲娘。谁？哪个龟孙部长也在爷脸上撒尿？不是尿，你叫我醒干什么？今日武举开场，李枕春去了，他的武艺
是三叔教的。你别瞎说啊！这要让你三叔母知道，指不定怀疑那丫头是我跟别人生的。三叔一说谎，眼睛就喜欢往右动，这习惯什么时候改？我闭眼久了，动动眼珠子还不行？叨扰三叔了。那我现在去跟祖母说一声，接他回来。等会儿，别去找你祖母。如今祖母尚在，家中之事自然由祖母做主。佳期去武举和三叔醒来这样的大事，自然要通报给祖母。你回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他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你祖母没跟你说的事儿，我也开不了口。那是枕春的秘密，得他自己告诉你。换个别的问。那他和淮南王是不是一伙的？我让你换个别的问，没让你猜。我猜的可对。你发誓，绝不能告诉祖母。自然。魏家军当年死得有多惨，你知道吗？嫡系80余人全是牌位，那些旁系子弟连尸骨都找不到。枕春那丫头就是那时候留下的，她本可以去淮南王府安稳度日，可她偏要留下来。她说要等你回去。你走后，她天天问魏翘什么时候回来。长大后，她说要嫁给魏家的嫡孙，方便日后替魏家做事。哥，你可拦下我娘和小姑了？没有。你再吵2句，祖母就该知道了。后日，我便打算前往江南行商。后日？这么快？行程已定，与崔燕约好了。本打算亲自和她说，如今只能委托你和她说一声。不妨再留1日，武举3日便结束。你应当亲自和她说。不能再留了，魏氏一族早该离京了。别气了，韩河西那小子赢你也正常。他之前在西南参军，那边丛林密，都拿弩射鸟射蛇吃。二叔母，他既然已经在西南参军了，又为什么来参加武考？韩家父子不和，什么意思？早年韩辽没少折腾他，所以他才自请去西南吃苦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韩辽去西北了，西南也要派兵，但要是考上武状元，那就是跟他爹平起平坐的大将军了。亲父子还能闹成这样，这算什么事儿？我估摸着，韩辽发现他不是亲生的。前2天你还说韩河西长得像韩辽，大概像半年前你、大郎还有二郎的关系。不是二叔母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魏新年那狗东西半文钱关系都没有，我心里只有大郎。指不定韩河西他娘当年也是这么解释的，但韩辽不信啊。韩河西，有事？你拿了3个甲等上，我也是3个甲等上，全场几10号人，就咱俩是全甲。你想说什么？武状元只有1个，所以咱俩比比，不用等到了金銮楼上让皇帝老儿看笑话。好。胡闹！私自比试不符合规矩。江侍郎，你私自把江曲竹赶回家，就符合规矩了？你这臭丫头，我就知道是你怂恿他来的。小声点儿，别人还以为我贿赂考官呢。帮个忙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我帮你退了崔家的婚事。你居然敢提这个？那可是御赐的婚。我说能退就能退，帮不帮？帮。那狗我可不想把闺女往里推。韩公子，这武状元我就收下了。祖母，要不再想想？你们都走了，哥也走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上京。我像没家的可怜虫一样。胡说什么？你已经成家了，京月在哪儿，你的家就在哪儿。三叔，要不你留下吧？上京好吃的好玩的那么多，你们刚回来，再多住2个月嘛。哎，别扒拉我，我要跟你祖母回乡。三叔母，你三叔腿伤未愈，我得照顾他。乳娘，路途遥远，我得陪着老夫人说话解闷儿。四叔母总没事了吧？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，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会害怕的。我娘和小姑肯定选不上，他们总会留下来陪我们的。无论选上与否，去留都由他们自己决断。若是如是和周青闹着和你去行商，你带上他们当护卫也成，
也热闹。走吧，保重。哥，保重。也替我跟他说一声保重。他若收到你的信，会很欢喜。行商如逆旅，行军如薄命。纵写家书千万封，不知何处起。写信就不必了，托你转告他，我日后会去西北寻他。早知道我该早点把生米煮成熟饭的。晚了，现在人跑去江南，要是被别的江南姑娘煮了熟饭怎么办？你也能猜到吗？猜到武举回来就要和他吵架，和他分道扬镳。走了就不用问我为什么要选武状元，不用跟我一刀两断，也不用担心牵连魏家，更不用写和离书了。过段时间，我和二叔母、小姑就要去西北了，那时候魏家就剩下你和魏二了。你要是还甩了他，魏二肯定会哭吧？我在一日，上京城的纨绔碍于我父兄的面子，不敢动他。若我和离了，他们便没了顾忌。你再忍忍，等我统领了西北，当了西北大元帅，就回来解救你。到时候你想和离就和离，想找几个男宠就找几个。魏二，我替你罩着。你和他瞎说些什么呢？他不和离，更不找男宠，你别带坏他。你个蛮丫头！你说谁蛮丫头？说你怎么着？你过来，我教你嫂嫂2个字怎么写。嘿，过来就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蛮丫头有什么本事。老太君走的时候，可有话托你带给我？没有。既是如此，那我也没有话要对你说。他没有那么脆弱，就算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，最多是在被子里哭鼻子，哭完之后还要给我写信罢了。你要是不想要他了，记得给我写信，我找人来把他接走。上京没别的魏家人了，不能让他孤零零待着。殿下去南海了，消息确凿。奴婢亲耳听见侍卫醉话，但真假难辨。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不必去试了。那侍卫是我兄长的人，他要钓的就是你这条鱼。什么公主，什么南海，不如也与我说道说道。感情这个家里爷是最蠢的，你什么时候跟着大公主做事的？有什么事儿如实说就行，不用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没做过的事也不用瞎承认。若我真帮大公主，你会去顺天府告发吗？我告你作甚？那此事不必你管。魏家只剩你我了，你还要瞒我到几时？翰林院编修，月放4两5钱，拿什么养我？魏家田庄够养10个我。所以你要当蛀虫？要不你让你爹和你哥在圣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让我也升升官什么的。我也不求做到你爹那个位置，只求一个俸禄高的官职，像什么盐运使、珍珠使之类的。上一任盐运使和珍珠使还在天牢里关着等着问斩，与其想着升官，倒不如想想如何讨好翰林院那些大人。我讨好他们作甚？那些老头整日里使唤我，我要是讨好他们，他们不得更把我当驴使？岳金城，要是有人小时候救过你，你长大后会心甘情愿嫁给他吗？你三叔救过我，我要嫁给你三叔吗？可是他有夫人，你莫不是要我给他为妾？你又扯淡！你关房门那晚，是不是有人救过你？你觉得还有谁？你说没谁就没谁。二郎娶那媳妇儿小时候是不是在青山书院念书？就四郎念书那个书院？这我倒是不知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以前在四郎读书的书院见过那姑娘啊。这坑可够深的。你是谁？魏家三郎，魏襄。你别怕，我不是坏人，坏人哪有长我这样伟岸又英俊的？快抓着，我拉你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有没有事儿？你还在吗？在就回我一声。难道摔晕了？
是不是有人搁外边呢？我听见你的脚步声了，兄台，我掉坑里边了，搭一把手啊！三叔，二小子，就你一个人？就我一个人。祖母担心你一整夜没回去，是偷偷跑了，所以和大伯娘还有我娘都顺着西北的路去逮你了。三叔，这儿有个晕倒的姑娘，你赶紧带她去山下的医馆，顺便找人上来救我。她什么时候能醒？这可说不准，后脑勺撞了硬物，有淤血，等淤血散了，兴许就醒了。要是散不了呢？散不了就一直睡呗。你这当哥哥的，晚上盯着点，他要是发热，就用凉帕子擦身子，还有这副药，煎好了给他灌下去。去院子里炉子上那陶罐，药放进去，加3碗水，小火煎成1碗，不会烧火就去叫伙计。张嘴，你倒是喝，这可是爷辛辛苦苦煎的。喂，药喂不进去，他会不会死？昏迷了当然喂不进去，你让开。3碗水煎成1碗。你来晚了，那个姑娘被接走了。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对了，枕春那边怎么样了？大人莫急，小媳妇不懂规矩，见谅见谅。劳烦您稍后，我这就带她去换身衣裳。快跟我来。二叔母，我那卷子还没到圣上跟前呢，这就宣我。你傻不傻？这是武举，看的还是外场那些真本事。什么大将军，什么武状元，这些虚名咱可以不争，但是这条命一定要争。二叔母放心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还没把大郎娶回家呢，绝不敢折在这儿。民妇李枕春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魏老太君返乡前递来的折子，朕看了，说你娘是魏家军，你爹是商人。回皇上，民妇母亲曾是魏家娘子军一员。你可曾去过淮南王府？民妇确实去过一回。去做什么？去偷马。哦，为何偷淮南王府的马？民妇母亲走得早，父亲嫌弃是女娃，我便随小姨去了西北。小姨将我托给临河一户村妇，那村妇恰在淮南王府做下人。民妇想去寻小姨，身无分钱，只得偷马。小时候倒是个机灵丫头，怎么长大了反倒束手束脚，不敢抬头看朕了？回皇上，民妇害怕在天子面前失了仪态，所以才显得一时胆怯，还请圣上海涵。偷穷人的马是断人生路，偷富贵的马看守又多，只好打那村妇的主意。我跟着他住在府里，当了替马刷毛的小工。等府里的人都认识民妇后，民妇就借带马出去望方的由头，将那马光明正大的带出了王府。机灵劲儿不减当年，难怪魏老浩君愿为你破例上书。依你看，朕该不该给你这个公正？若是民妇能选，民妇定不会要祖母求的这个公正。你可知她是本朝第1位女将，第1个以女身该被封侯的人。祖母德高望重，民妇不敢质疑，但民妇以为给不给公正，该是圣上自己做主，不该由旁人插手。圣上是九五至尊，允或不允，民妇都该受着。李枕春，朕若给你兵，给你权力，你可敢立下军令状？民妇不敢。你敢？真不敢。为何不敢？民妇怕掉脑袋。大丈夫何惧生死？你虽非男儿身，却能在武举中胜过我朝翘楚，当具勇武之心。民妇也能打架，但民妇就是怕死。若朕说你立下军令状，3月之内拿回汾州，朕便将魏老太君的侯爵之位给他呢？真的？你敢质疑朕？不敢不敢，民妇错了。枕春，圣上今日召见，都问了你什么？就问了问淮南王府的事儿。那没事儿，你又不是淮南王的人。就是，找我问这做什么？我又不认识他。回来了，宫里那老狐狸没为难你吧？能不为难吗？差点要我立军令状去打仗。打仗？我拒绝了。我说我怕死，我要是死了，我家那口子就得便宜别人。你真这么说？圣上信了。我看他是信了，还说我贪生怕死。
不过他说只要我3个月拿下粉州，就给祖母封衡。真的？听听就行，我都没敢接茬。这买卖明显是稳赚不赔，赢了是他英明，输了让我背锅。我才不当冤大头。圣上既已开口，恐怕由不得你。哎呀，兵来将挡，先吃饭，我饿了。也不知道大郎在外面怎么样了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二叔母放心，大郎聪慧，定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可算下船了。这几天这腰做的跟断了一样。走吧，魏兄，让底下人准备物资，咱俩找个酒楼吃顿好的。放开！给我请个大夫。公主殿下怎么会在这儿？我那父皇要将我流放至南海，半路上我跳船了，跳完才发现到了豫州。如此说来，公主殿下便是要饭了。的确，岳峰派来抓我的人就在码头。魏大公子，你可以把我交出去，但你要是把我交出去，枕春那丫头想必不会高兴。她跟着本宫做事，魏大公子作为她的夫君，可觉得荣辱俱焉。你这是在威胁我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举前3甲韩河西、杨凌、李枕春。念李枕春武艺超群，特赐武状元及第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卿不必多礼，西北山河，朕就等着你拿回来了。臣定不负圣上所托。来了来了，快快，金雀扔花啊！大郎当年游街，姑娘们扔的花能埋了马车。母亲，这扔，她一个姑娘家，那些姑娘只敢看不敢扔。接着还不得啊！女状元接了。那我们也扔！怎么啦？还没从刚才游街的兴奋劲儿里缓过来？若是大郎在，想必会更开心。你今日很耀眼。还行还行，主要是这身衣服衬得我皮肤白。哎，说正经的，我有事告诉你。我们去暗室那会儿，魏二那个傻子天天给谢维安写信。写信？所谓何事？试探呗。一边试探你跟谢维安到底有没有一腿，一边顺便气死谢维业。那傻子还以为谢维安不敢告诉他是因为心虚呢。确是个傻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有时候喜欢就是自私的，卑鄙一点才能靠近你。要是不卑鄙，守着君子之风，就像谢维安那样。其实成亲那天晚上我就想问了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放着一个清风霁月的辅成大人不选，选一个纨绔草包。他不一样。以后我不跟你屁股后边了，你记得防着魏二那傻狗一点，别被傻狗吃得死死的。等我回来，给你挣个女官当。祝你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来。祝我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来。兄长可说去了哪里？没说，我去问了父亲，父亲让我少打听。那兄长可说他何时归？没说。长姐，你能不能让姐夫教我射箭啊？我之前的五狮子从军去了，现在都没人教我射箭了。哟，岳二公子今个儿不学剑啊？阿星想跟着你学射箭，你觉得如何？不得了啊！岳公子居然愿意和我这样的废柴学射箭。姐，你看他。你还想不想我教你射箭？想。你托人去查查兄长出京做什么。小姐，这不好吧？万一大兄哥知道了，若是兄长发现了，这事与你无关，你尽管去查便是。另外，你再花些银子，托人去南海打听打听魏京河的下落。魏兄，马上到江南了，你想没想好怎么处理他？那是天牢里的清犯，你想死别拉上我，更别连累魏家。崔兄是后悔与我行商了？我是后悔没看清你贪财好色的本性。说真的，你救他干什么？他说手上有崔家的把柄，为了崔兄，我这才出手将他救下。你说清楚，是崔家还是魏家？你们魏家还有把柄，还被他拿了？本来没有，但自从与崔兄结交，就有了。
交友不慎，这时读书是装高了，原来是个黑心肠。马有失蹄，人有失足，交友不慎这种小事，倒也算不上大错。不过崔家乃上京文臣世家，门生3000，崔公子又是长子嫡孙，这般人物也算交友不慎。公子过誉，崔某一介书生，算不得人物。不知两位此行欲往何处？听闻江南富庶，富商多如过江之举，我想去寻几位儒商为友。行商？那你可知商人禁止入室？你觉得我还有入室的机会？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？没准哪天圣上一道旨意，你又重返朝堂了。你便是这般让他为你做事的。公主可见过福安县主？你和他长得很像。你猜的没错，按理来说，我得叫那位一声姐姐。监军，那位是淮南王吧？将军以前长居西北，都不认识他，老奴又如何识得？老奴倒是好奇，将军怎会连淮南王都不认得？我以前一直在军营默默习武，别说淮南王了，就是西北将士都没什么人认识我。上京城是没人了吗？竟派个女娃娃和阉人来守西北。看吧，我就说他不好相处。本王是不好相处，你还是趁早打道回府。我走也行，不过这3万大军得随我走。我劝你想清楚，我们走了，你这西北还能撑几天？黄毛丫头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本王等你战死，给你收尸。不敢劳烦王爷，臣若战死，自有圣上赐官立碑。我看你嚣张得了几时？王爷想我嚣张几时，我便嚣张几时。将军不该得罪他，明明是他先嘲笑咱俩的。他是王爷，笑几句罢了。如今得罪他，这西北军怕是不好统领了。统领，怕是本来就不好统。不过监军，他们瞧不起我也就罢了，可他们竟敢看不起您。您可是圣上跟前的人，这是蔑视君威，是打皇上的脸啊！监狱，你必须得向陛下弹劾他，奏他个不敬天子的罪名。腿放下去，腰挺直，背挺直，腿别抖。瞧瞧，我是谁？有一番人样。小姨，我这可是将军铠甲，你怎么能说只有一番人样呢？既然回来了，那就去教场跑10圈，让我瞧瞧你去上京城这大半年可有懈怠。怎么会呢，小姨，我可是要当将军的人，那必然是严于律己，廉洁自律。咱不说这个了，我跟你说说上京的趣事吧。入秋风硬，这脸都吹僵了，小姨以后多敷敷，说不定哪天就能笑了。你何时见过我笑过？他们都叫我冰坨子。正因没见过，才想看嘛。对了，我在上京见着魏错了，他长残了。为啥这么问？没长残，你为何不把他带回来？想带啊，可他去江南做生意了，估计没3、5年是不会来找我了。不对劲，官场宴请从来只请文人，这知府突然广邀商话，摆明了有诈。就算是诈，也不是针对我们。且去瞧瞧知府是何模样。带上我。殿下，您的通缉令贴满青州，你要是去了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乔装改扮一下，谁认得我？这位是妾身是崔贺公子的夫人。小妹顽劣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无事无事，既然是家人，那自是可以一同进去。殿下既然硬要跟着，那就莫要给我们添麻烦。现在起，你是大哥崔贺，我是大姐崔静，崔燕是最小的弟弟。我比你大1岁，他叫你一声哥哥，你敢应吗？不敢。大人，这边请。是岳父。先走。你和崔燕走，我留下。都走了反而惹人生疑。江南地界竟有女子孤身行商，倒是少见。大人，她是新来的商户崔和之妹，兄长刚巧有事离席。姓崔，新来的，有趣。姑娘请慢，我家主子有请。你家主子是谁？姑娘去了便知。等什么时候你家主子愿意告诉我他是谁了，我再去见他不迟。转告你家主子，江南野狗窜行，让他走夜路的时候小心着点。魏大公子怎么在这儿？今日不是侍中大人邀我前来吗？本官今日交约之人是崔贺，不是你。
坊间传言此人窝藏朝廷重犯，我特意设局试探，倒是意外撞见魏公子。你我两家姻亲相连，若你知晓崔和踪迹，还望如实相告。这是自然，只是敢问大人，此番南下只是为了捉拿此人。江南商户抱团勾结，常年隐瞒账册，透税漏税，致使年年交给朝廷的商税都少于周边郡县。大人要查此事，那名叫做崔贺的商人又欲在此行商立足，大人不妨与他联手，压下这地头蛇。白痴，拔剑啊！你剑没了，下次人没爬上来，你上去补刀。人要是上来了，你腿脚利索点，跑快点儿。为什么？北狄弯刀阴狠，专挑人要害，碰上身手好的，打不赢就跑，别逞能。好，哦。监军，李将军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出兵拿下汾州。你想我怎么做？希望监军明堂高坐，两耳不闻。请您去淮南王府喝喝茶，盯着淮南王。我若得胜，您安心品茶便是；若是我身陷囹圄，烦请您让他出兵助我。李将军，这可不叫两耳不闻。我要是赢了，对于监军来说，可不就是一杯茶的事儿。将军要去哪儿？韩中尉以什么资格问我？我无资格过问将军行踪，我的能力想跟着将军一同前去。可我怕行军途中背后飞来一支冷箭。若真有冷箭，我替将军挡下。将军无需质疑我对大魏的忠心。既然如此，那咱就一起呗。有韩中尉救助，我可谓是如虎添翼。将军，您为何要带他上路？他父亲可是韩辽啊，他的身份来军营第2天就人人皆知了。你猜猜是谁把他的身份泄露出去的？韩辽？为什么？难道韩辽不想让自己儿子从军？他的心思我怎会全然知晓？但他就是要让全军排挤韩湘西，断了他正军功的路。可我们带着他，万一他暗中放冷箭，此行开路探险的活儿，全都交给他，你全程紧盯。他若敢有半点异心，敢下黑手，你直接一箭射穿他脖颈，不必留情。是。李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这条密道直通汾州城。韩中尉，劳烦你先行一步，入洞探路。这人倒是听话的。不听话，便绑也要把他绑进去。留2人在此看守马匹，其余众人悉数随我入城。众人分头行动，未找到敌军粮草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暴露行踪，擅自出手。汾州城地势复杂，北敌兵部署不明，你独自行动，我放心不下。岑树，你全程跟随韩诸尉，带他熟悉藏身点势，护住他的行踪，不得出错。将军放心，属下必定将韩中尉藏得严严实实，绝不暴露分毫。卑鄙无耻的大魏人，只会暗中作祟。葛丹将军，我不过剪断你的发丝，便算卑鄙？那我此刻取下你的项上人头，在你眼中岂不是阴险狡诈至极？我是大魏人，我大魏的山河土地自会护佑我，便如你们北狄信奉的黑鹰神护佑尔等一般。葛丹将军，大魏不欢迎你们。出来！北狄的勇士，听我号令，杀了这些大魏人，黑鹰神庇护我们。汾州之战刚刚结束，这几个家伙倒是斗起来了。皇上可是想要出去走走？走，去翰林院看看魏老太君那不成器的孙子。这个字应该读平声，应该读去声。皇上驾到！都起来吧，一把年纪跪着，也不怕膝盖碎了。你就是魏楚？回禀皇上，臣正是魏楚。都说虎父无犬子，你爹是沙场宿将，你怎么倒弄起笔墨当了文臣？全赖皇上赏识臣的才华，特赐了这个文职，臣感激涕零。来吧，陪朕出去走走。皇上，臣还有诸多公务未曾处理，恐耽误了政事，不如换一位大人陪同。你想抗旨？臣不敢，臣的公务明日再办不迟。陪皇上散步才是天大的正事，臣这就伺候皇上。少夫人，大少夫人来信了。这信我能看吗？魏儿，把信给我。魏儿，你出来。信呢？烧了。不过我知道里面写了什么，你求我，我就告诉你信的内容。你真烧了？嗯。
混蛋！如果你不提合理，每天多爱我一点，我就告诉你那封信上写了什么。我答应你。那啵我一口，我就信你。你不说，我便去西北问小嫂嫂。我错了，我就吓唬吓唬你。信没烧。他在信里说了什么？是福安县主来上京，小嫂嫂托我多照顾他罢了。福安县主住在淮南王府，李枕春又和福安县主认识。李枕春和三叔是一伙的，他俩是想造反啊！咱去举报他们吧，牺牲他们，保全我们。你知不知道祸从口出？下次再让我听见这种话，我还打你。爷就说说而已，又不会真去举报。李枕春都这么说了，你打算怎么照顾福安县主啊？福安县主体弱，把杨长收送过去，又能当大夫，又能当探子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岳大人这伤被狗咬了，东西呢？你找我来不是说有东西给我吗？这里面是白家的账簿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太好了，这下总算可以让他们狗咬狗了。江南的事情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去一趟西北，为了那个李枕春。江南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放心。怎么了？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好久没见过魏大伯了，想让他亲眼看看魏乔如今的模样。可惜这故地连座故人之坟都没有，想祭拜都找不到地儿。干娘的忌日要到了，她活着的时候，你可从来没有叫她一声干娘。是她没那个福气，又或者她把福气都留给了自己的女儿福安。她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福安平安活下去，如今也算得偿所愿。你可知魏福安的生父是谁？他爹？他生父叫杨玉，也是个命薄之人。王爷，跟我细细说说呗。我方才在宫里瞧见魏福安了，他生的与魏良全然不同，反倒和大公主有7分相似。魏福安与大公主皆是红娘杨氏与皇室血脉所出。什么意思？当朝先皇后乃是红龙杨氏嫡女，先皇后诞下一女一子，长女便是大公主，幼子便是如今的淮南王。可我记得当年杨氏牵涉谋逆重罪，满门抄斩。他们身上流着皇室血脉，岂是寻常罪臣族人可比的？当年杨国舅谋逆，罪证确凿，杨氏满门抄斩。彼时上京，杨氏族人遍布朝野，这满门罪责又该如何清算？后来呢？杨代在诞下女儿魏京河当日，决然服毒自尽。那您的手里可有干爹的画像？我想瞧瞧这位冷面俏将军的模样。当年皇姐连杨亲的骨灰都无权带走半分，我又怎么会有？那干爹的骨灰最后去向何处？罪臣骨灰尽数用来救助佛寺门槛，日日夜夜遭千万人踩踏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为了报仇，对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这老邓真的卖关子？不对，照理说圣上该如同魏怀玉一样对皇室心灰意冷，但他却登基了。王爷，您未免太过不仁义。您一心谋划大事，起兵谋反，要我为您冲锋陷阵，却从不告知我真相。你我亲如一家人，我举大事，你本就该鼎力相助。养我护我长大的是魏怀玉，不是您。我凭什么无条件为您卖命？可皇姐离世后，魏萧夫妇对你的照拂，你上京遇险，魏家又百般布助，若不是我出言，你以为魏家会护你？我当然没忘，都是因为跟了你，魏三叔才被老太君打了一顿。听岳峰那狗东西说你要去西北了。公主不是逃了，怎么没逃成？本宫跟他有账没算完，逃什么？公主现在来找我，可是账算清了，想和我一同去西北。他欠本宫的多了，而且本宫也挺想勾搭他的。至于西北，我就不和你去了，你又不喜欢我，去了你也是看你的宝贝枕春，那本宫还不如去勾搭岳峰，说不定还能捞个侍中夫人当。既然如此，在下过2日就会坐船离开青州，公主好自为之。这么急吗？要不然你再等我半个月，说不定半个月后我就想和你去西北了。听说你要他等你半个月，被他拒绝了。他急着去见夫人，你这回是按对了宝，利用渭南城偷账簿，很顺手吧？公主倒是什么都看得出来，那这出戏
是想要留下他，还是故意演给我看？演给你看。世宗大人若不信，我换个法子，总会让你信的。换个法子，用欢楼那套。魏京河，你最好别玩火。有人暗害岳飞，有趣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。姑娘，世宗大人唤你。大人特意唤我，何事吩咐？我为大人饮杯酒，也算不负今夜江南风月。像公主这样伺候人，怕是早就被打死了。不巧，本宫命硬，不仅活着，还活得很好。大人今夜宴请，一众负伤，为何独独避开魏南称与崔燕？区区小伤，入不了本官眼。这入不了大人的眼，还是睡营之事跟他们无关。大人正好借他们行伤的心思，替你办事。喝了这杯，我装聋作哑，不然我喊一声丈部，大人猜他们会不会回去看自家的丈部？公主最好没在这酒里放什么。自然。大人这喉结偏硬，不知能不能抵住本宫咬一口。安分坐着。是大人留我在此的，待会儿可别后悔。你要回上京了，带我一起走吗？公主不想回上京。你娶我做世中夫人，我便跟你回去。公主若能让圣上再下赐婚正旨，我娶你又何妨？所以你带我回去，是想让我偷偷给你做妾？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做妾便不愿留在我身边了？我愿意，可若是我怀上你的孩子，怎么办？这般出身，可做不了你的嫡长子了。大哥南下行商前与我说过，等你出来就把这些东西给你。这么多？看在金子的份上，李老爷不妨与我说说，和大哥做了什么交易？这我答应了他不告诉别人的。如今魏府我做主，大哥给你的我也能给，李老爷不妨再考虑考虑。真不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不记得大哥与我说过什么。别！我说还不行吗？你再加2个金条，我就告诉你。就问的是西北走商的事儿，有哪些大人他要走商，要怎么入手？你不做走商，这些事儿告诉你，你也听不懂。大哥是去江南行商，如何会朝你打听西北走商的事，把这满嘴谎言的人赶出去？对，他就是向我打听江南行商的事儿，江南商人的事儿，我也跟他说了。好歹我也是他岳父，去江南赚钱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果真跟那个逆一个德行。那李老爷与我说说，江南如今有哪些商户？这些商户又是靠什么发家？我只跟他说了西北的走商，那些走商从江南来去雀场做生意的，他就问了问这些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一些走私珍珠的技巧。韩将军，那位就是从你手里拿走汾州的噶尔旦将军了吧？也就是你上次运气好，攻进汾州的时候噶尔丹不在，不然岂会被你一个黄毛丫头拿回汾州？韩将军言之有理。上面的，今日只要你们把杀死我胞弟的人交出来，我就撤军。韩将军，你说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只要我出去，他就撤军？北狄人向来狡诈，就算把你交出去，他也不会退。你怎么保证我们交出那个人后，你们不会继续进犯？我们北狄人向来有诚信，绝不骗人。大魏是没人了吗？居然让一个小姑娘来叫阵。大魏人多着呢，只是将军想要叫其他人出来还不够格，不妨将军把你们的可汗叫来，我让我们大将军跟他说2句。黄毛丫头伶牙俐齿，你们大将军可是杀我胞弟之人。你可是想与我们大将军单挑？若不是单挑，我们大将军就不见人。你让他下来，我现在就与他单挑。将军不如进来，在城内与我家将军1对1单挑。哼，小丫头当本将军傻不成？本将军要是进去，你们群起攻之，将本将军绑了怎么办？你是个勾班啊！那我们大将军一个人出去，你们将他包围了怎么办？说这么多，你们那位大将军可是怕了？他自然不怕。这样如何？西北20里之处有片胡油林，半个时辰后，将军独自前往。我家大将军在那处等着将军。好，就如此说定了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与他在胡油林单挑。
韩将军，等会儿我带着噶尔丹去胡幽林，你去偷袭他后裔，能折一些人是一些。你俩说好了单挑，这样可不君子啊！我又不是君子，你干不干？你不干，我让人通知淮南王，他肯定干。我干。岑树，带些人手去胡玉林包抄噶尔丹。是。等会儿你带着军队留守，我带一些人去胡有林，活捉大魏将领。只有北狄的勇士才配和我单挑，大魏人的将领只配死无全尸。是。怎么了，将军？你说我带了这么多人，噶尔丹会不会带的人比我更多？那怕什么？咱功夫比他们好。这是功夫的事儿吗？富尔过来，我有一计。他们去做什么？去安置绊马绳了。今天就算弄不死他，也得让他掉一层皮。大魏人素来喜欢用绊马绳，来2个人，看看地面有没有埋绳子。你便是大魏的大将军，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。我不是。既然不是，为什么在这儿？有人让我待在这里别动。无论你是谁，今天你都得是我噶尔丹的刀下亡魂。将军要杀我无妨，只是为什么不问问我姓名？死人名字何须记挂？将军胞弟死在西北，你就不想知晓取他性命之人是谁？你叫什么？我取你人头祭奠我弟！在下韩河西。但杀你弟弟的人不是我。你在拖延时间。你的同伴呢？将军，他逃了，要不要追击？噶尔丹一把年纪，只会背后放冷箭，实在难看。姑奶奶今日教教你规矩。是他，杀我弟弟的人是这个女人，她才是大将军。将军，林中恐有埋伏，不可贸然追击。传信歌木副将，让他带着军队回来，我要攻城。放箭！将军！听说这次在上京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想过一碗饺子能煮这么香。这石头冰的刺骨，我会照拿木凳。穷讲究，石头还配不上你的身份。你不做正好，我做。他拿什么东西躲进帐子了？大郎给他寄书信，一个人偷偷看呢。二嫂，你说大郎会给他写什么？写我想你吗？那信里多半就是写的情诗。走，咱们一块去看看。我也想瞧瞧文探花写的情诗。听说魏南城给你写信了，信里边写了什么？大郎可是说他想你了，他会来西北探望你吗？你放火上烤烤，放火上烤烤，兴许就有字了。难道大郎怕你缺纸，特意寄空白信纸？还是说要放在水里浸泡一下？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他脸皮薄，相思难言，才寄白纸。都是武将，他怎么看着比我俩有文化多了？等战事结束，我也跟京月读书识字。别了，魏二那家伙跟护食犬一般，谁过去他都得吠2声。精确信中说了何事？没事，只说魏福安平安抵上京，如今暂住宫中。敢问月姐姐是否在车内？雪景正好，姐姐可否下车一赏？郡主今日寻我是为何事？我心悦魏熙年，可我不敢靠近。我父王是陛下忌惮的皇亲，我若与他纠缠，魏家恐会重复杨家负责。今日约我，是想让我让出少夫人位置？你肯吗？若他真心属你，我愿意写下和离书退让。这镯子是他送给我的，他与他母亲说，这镯子要送给他以后的夫人。我会转告魏二你对他的心意，他若是对你有意，我会让他写和离书。你不怕给他惹麻烦吗？是个麻烦，他自找的。离我远些。方才有个姑娘寻上我，说二郎给她送了定情信物，二郎可要再续这段前缘？什么前缘？我什么时候给别的小姑娘送过定情信物？你只给郡主送过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便回相府，和离书你后面写了，差人送到相府。我不要，我不和离，那镯子本来是要给你的，你不要，还用石头砸我，我本来都丢了。但是那时候魏良安刚刚来上京，每日哭得跟只小花猫一样，
他在宫里捡到了那镯子，他说要，我总不好不给他。你什么时候送过我镯子？那年祖母带我入宫，撞见你兄长带太医入冷宫，我偷偷摸进去看你，还送给你镯子，你不要把镯子丢了出来。后来我就被你哥哥赶出来了。我从未与你提起冷宫旧事，你为何知晓？那日宫人说，丞相二姑娘发了病，失手打了魏金月一顿。不是发病，是魏金月给我下了迷药，他要把我送给一个老太监。我兄长带着人赶过来救了我，我醒了之后抓花他的脸，还把他推进了湖里。当年我受刺激，那段时间发生的事都不记得了。你就一点都不记得我？记得什么？二公子，旁人都是金玉，一块石头送出去要被人笑话。这是河边最好看的石头，独一份，比那些俗物珍贵。把所有东西扔下车。谁扔的？是我，我们之前见过，就在……再往我车内投掷物品，我直接报官。我们之前和他都见过，他也没有给我们好脸色。魏二，你说你整这些歪门邪道做什么？他看不上你就是看不上你，也不会因为你扔石头多看你一眼。小少爷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是我啊，我叫魏芷。之前我们在青山书院山脚下见过的那个医馆，你还记得医馆那个大夫吗？那个大夫认识我的，我救了你，那个大夫能作证的。你看，我给你买的镯子，你昏迷的时候我特意去珍宝馆给你挑的。走开！你走开！我不认识你！这镯子是我给你买的，你要是不要，你帮我把镯子转交给他吧。他不会要你的镯子，别的公子送给他的东西，他也不会收。我跟魏良安真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他初到上京城的时候，经常挨皇子公主的欺负，我就出手帮他解过几次围。后来我当纨绔了，也和他划清界限了。你与我说了这些之后，还会与我和离吗？公子福兮安康，少夫人福兮安康。天冷，都进去吧，别冻坏了。今日咱们一起包饺揉汤圆，过个好年。外头风大，少夫人随老身进屋暖身吧。他从前常来此处，二公子倒也不经常来，经常来的是几位夫人。二公子小时候时常跟着二夫人来这儿转转，后来二公子长大了，就不经常来了。姐姐，我们要去揉汤圆了，二哥哥让我过来问问你去不去。少夫人，老身领您过去。二少既然不喜少夫人，何必把人带来我这儿？二公子擀的饺子皮别出心裁，我这院里的人胃浅，吃不得二公子这金贵的饺子皮。公子有空在这擀面片，不如带着心腹去洗把手，他袖子都沾上面粉了。不必洗这样仔细，不过一点面粉。已经子时了，姑娘若是困了，便先歇下吧。魏二呢？姑爷还在喝酒，去煮碗醒酒汤温着。别喝了，是我的错，我同你道歉。你掏了10几年真心摊在我面前，我却反复推开，张口就是和离，是我辜负你。二郎的真心不是没人要的东西，我要可好？你明明就不要。你的真心我要，只要你不放弃，此生我再不提和离二字。你若是后悔，依旧会说和离，那便不要给我后悔的机会。我要你说，你说你喜欢我，说一辈子都不与我和离，你说你也心悦我，说不把我推给别人。二叔母，
你说我私钱进北狄军营，去看看格尔三死没死如何？不如何？他厌不厌气，这仗都得继续打。无非是他活着就难对付些，没了就省事些，没必要去看看他厌没厌气。我想着他要是没咽气儿，我趁着他伤了，再补2刀，直接送走。你说我这个主意，监军和王爷会不会同意？他们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所以说，想为大伯二伯报仇，只有我们自己行动。我觉着，你觉得他只身闯北狄王庭送命，法子甚好。王爷，年轻人有斗志是好事，总得尊重他的意愿。好事？只身入敌营刺杀，摆明自寻绝路，是你愚钝，还是本王糊涂？11年前，滚木多用奸计屠尽魏家，祖父、公爹、二叔皆死于他手，魏家上下与我有再造之恩，这份仇我非报不可。今日无论你允不允许，我定要北上取滚木多首级，祭奠亡魂。北狄王庭内乱，王后助战挑起战乱，小奢和极力反对。我对外会宣称，你此行目的刺杀北狄王后，给你一个合理出兵由头，掩去你私寻仇的心思。多谢王爷成全。也就顺着你的心意时，你才肯给本王一个笑脸。往后见王爷，我日日都笑。我这儿有个功劳，能让你越关和韩辽平起，你要不要？将军不妨细说。潜入北狄王庭，刺杀王后，一举平息2国战乱。我一个人前去，还是跟着将军前去？我和你一起去，但是我不会与你争这份功劳。上次将军说在林子里布置绊马绳，实际上却是在林子出口的地方布置的。我提心吊胆往林子里走了好久，都没瞧见别人。等我出来后，那些北狄兵已经被将军的人拿下了。还有上次，前2次皆是计划临时变更，我来不及告诉你。但此次任务截然不同，刺杀北狄王后，功劳绝对是你的。何况你我有共同仇敌韩辽，我帮你借功劳压他一头，对你来说可是百利无一害。你想想，你越关和他平级，他脸色得多难看。将军是想坐山观虎斗，借我之手对付韩辽？怎么会是坐山观虎斗呢？我这是在帮你啊。那我还要感谢将军。用不着，韩公子铭记这份恩情就行。此地是魏狄护市要道，归北狄管辖，守卫严密，一言一行都需谨慎，万万不可暴露身份。我早已打探清楚，近日有神秘大卫富商携顶级珍珠在此私售，北狄王族奢靡贪宝，最是看重稀世珍宝。我们夺下珍珠，借献宝之名觐见王后，便能净尸净身完成刺杀，这是最稳妥的破局之法。李公子容貌太过出挑，远超常人。北狄游牧女子性情奔放强势，不拘礼法，最是爱慕俊俏儿郎，极易对你纠缠不休，恐耽误公子大事。后续生意对接全由侍从出面，我绝不轻易露面。劳你尽快打通人脉，帮我引荐北狄王族，此事办妥，必有重谢。将军，那神秘富商戒备极其森严，想见他本人，必须拿出等价珍宝核验。我们全部身家凑在一起，连1颗上品珍珠都换不起，根本摸不到见面的门槛。既然花钱买行不通，那就换法子。今夜子时全员行动，直接潜入取走珍珠。夜袭风险太高，我带人潜入即可。将军坐镇后方，稳妥为上。你在上京名气太大，极易被人认出，一旦暴露，满盘皆输。岑树，你想办法假意滋事，引开守卫，我亲自潜入。今夜我不只要取珠，更要查清这位神秘富商的真实身份。公子怎么了？无事，只是想起了家中的夫人。哦，没想到你竟然成亲了。那我倒要问问，是你家中夫人好看，还是我更好看？牡丹姑娘乃是北狄绝色，但我妻子于我而言是这个世界上最鲜艳的姑娘。这词儿倒是稀奇，别人都说自己的夫人好看、贤良、温顺，为何你要说她鲜艳？姑娘若是没事，可以回去了。你赶我回去，你信不信我让你的生意在这春场做不下去？随牡丹姑娘的心意。阁下深夜在访，所谓何事？敢呼救，立刻取你性命！你是大魏商人，不知道朝廷如今严禁与北狄通商。大人明鉴，我的确是大魏人，但来此卖珍珠也是无奈之举。叫所有看守货物的下人全部到帐前集合，否则现在便斩了你。你那珍珠我不要了，把站在人群最后戴胡头帽的那个人送给我，我要带他回去当我的压寨夫君。大人说笑了，您不是从军中来的吗？
谁告诉你我从军中来的？我就是汾州山上的一窝马匪，可当不得你这句大人。大人莫要说笑，您这擒拿手分明是汾州军的招式，一看就是从军中来的。若是用得上小的，大人说一声便是，小的自然竭尽全力助大人成事。姑娘深夜闯营，究竟想要什么？不如你把面巾扯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样子。你要是生得好看，我就不要珍珠，也会放了你们的老板。只要你跟我回去当我的压寨夫君就成。老板，不好了，珍珠不见了！他的目的果然是珍珠。如今最好的南洋珍珠被他们拿走了，只怕他们是要出什么幺蛾子。放心，他会还回来的。这珍珠呢，也有品相之分。南洋的大珍珠个大色亮，视为上品；黑珍珠色泽柔和，数量稀少，视为中品；淡水珍珠颜色多，但是个头小，还不怎么亮，视为普通珍珠。咱现在有了一盒珍珠，马上就能找北狄王族献宝了。不急，咱得还回去。咱好不容易抢过来的，为什么要还回去啊？因为没有可以举荐我们的人。在北狄王族眼中，我们就是无名之辈，贸然持珍宝献宝，只会被视作奸细窥探，不仅见不到王后，刺杀计划也会彻底暴露。你的珍珠丢了，此事与牡丹姑娘无关。本姑娘是想帮你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无需牡丹姑娘相帮。是不是珍珠没了才顺着你的意？没了珍珠，好能早些回去与你那夫人相见。你是不是巴不得那些珍珠找不回来？本姑娘偏要查出是谁偷了你的珍珠。等本姑娘查出来了，非将那人剥皮抽筋。至于你，你得留下来做我的夫君。姑娘深夜闯我营帐，是特意来还我珍珠的。公子做我压寨夫君，珍珠尽数还你，还被后聘。姑娘这般好手，此前抢了多少压寨夫君？不多，17人。公子有意，正好凑18罗汉圆满。带我回去，姑娘就不怕寨中其余夫婿吃醋闹事？这个嘛，好一个狗男人，在上京庄游肉书生骗我，背地里竟有顶尖身手。大郎好身手，我可不敢娶你了。夫人身手不俗，倒不知在我之前，夫人还纳了17位夫君。这狗东西一开始就认出我了，全程都在耍我。你早就认出我了，还故意耍我。夫人不也一早就在戏弄我？老实交代，你来撤场究竟图谋什么？若是不说真话，我今日便划花你的脸，让你留在这撤场做马奴。在上京之时，我竟从未看出夫人本性这般彪悍。既然被你看穿了本性，那便索性补上洞房花烛夜。今日过后，看你还敢不敢招惹我。还在生气？大郎都亲我了，我还气什么？只是你到正场究竟为何？给我一句实话。来卖珍珠，换银钱，回蚌京为夫人置办最好的珠花。什么珠花值得你跑一趟正场？别碰我，小心我寨子里的17位压寨藤军吃醋。夫人手劲极大，打得我着实疼。我掐死你！等把你埋了，便再找18个翘小丫，逍遥自在。夫人就算要杀我，可否等我报了祖父的血海深仇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复仇失败，便是万劫不复？不会失败。把珍珠还我，待此事了结，我即刻去汾州寻你，给你寻世间最好的珍宝。你想独自冒险，让我安稳回汾州等你？未错，你做梦！想报仇，必须算我一份，要么一起去，要么一同打道回府，你自己选。他事事待你，唯独瞒着我。少夫人多想了，您在公子心中永远是第一位。实不相瞒，公子其实是遇上了棘手的麻烦。公子可是想买奴隶？这姑娘模样周正，买回去暖房伺候最合适过。此人是我看中的，谁敢胡乱安排？你盯着这个蔫巴巴的奴隶做什么？这般容貌根本入不了眼。他是大魏人，我买了，多少钱？我要买他。公子恕罪，这球场之内无人敢忤逆牡丹姑娘的意愿。姑娘求求您，若要买我，求您一并买下我夫君。我们夫妻2人勤恳能干，绝不负姑娘恩德。去，把他的夫君带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何等人物。这便是你的夫君。正是，我会织布缝衣，我夫君善骑马驾车，我2人定能好好伺候姑娘。求姑娘收留我们夫妻。我若买下你夫妻2人，须为我当牛做马，毫无怨言。可愿意？小人愿意。以前倒是没注意大郎这胸膛这般硬，铁石心肠说的可是大郎这般人。夫人以前可是说我温柔善良，那是哄你的，你还当真了？
原来从前皆是假意，我就知晓夫人原是喜欢二郎。好酸啊，都是一股子醋味儿。我不喜欢喝醋，大郎也要少喝一点醋。那你为何接近格木丹？格木丹是车厂首领的女儿，我接近她自然是因为她能接近北狄王族。那你为何不让我去接近她？她喜欢我，我去接近她岂不是更容易？不许！若只是因为她喜欢你，你就视美难继，那日后别人也喜欢你怎么办？你次次用美难继不成，要是大郎哪次不小心就被人家……由着你再说下去，怕不是我与人家的孩子都要上学堂了。是这么个理。依我看，大郎还是安安心心回粉州吧。你倒是把我的话说了，现在要我说什么？说喜欢我。他当真喜欢听琴，我若主动去，会不会弄巧成拙？小人不敢笃定，但姑娘别无他法，试试也无妨。我才不主动凑上去。走，去看看他在做什么。为何不弹了？弹累了。偏偏我来你就累，分明是刻意敷衍我。琴已会友，我与牡丹姑娘非敌非友，这琴弹了也是无用。你是在说我不懂琴，不配听你抚琴？在下并无此意。你分明就是这个意思。公子，珍珠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到的？是谁找到的？是曲老板带人从天河中寻回的。李兄，此事原是个误会，这两人原是你商队里的伙计，那日正好遇上贼人，大家都去了营帐，他俩便偷了珍珠，藏在这天河里。小的不是故意的，只是家中有老母，老母病重，底下又有妻儿，一大家子经常食不果腹，小的也只是想赚了钱之后拿些银子养活妻儿老小。偷盗重罪，岂能轻饶？直接拉去喂狼，让野狼嚼碎他们的筋骨，以儆效尤。我的人不劳牡丹姑娘费心，秋池将人带下去处置。你这是徇私！群场规矩，偷盗者当以覆水烫壁剥皮惩戒。他们是我带来的人，就算他们犯了死罪，也该让他们与亲人见最后一面。岑叔打探到消息，格尔南受伤后一直在天河上游休养。休养？那就是没死呗。我们此行是为他，还是为北狄王后？北狄王后，但是格尔丹也得死。若是格尔丹死了，北狄人势必更加警觉，要想杀北狄王后，岂非是难如登天？你说的有理，那先暂缓杀他，优先刺杀王后。你又在骗我！你来这儿不是为了杀北狄王后？这是咱的任务，我还跟淮南王立了军令状的，我来这儿怎么可能不是为了杀他？阿珍，你竟敢拉着夫君在此多揽闲聊！小人没有多揽，只是偶遇夫君，随口闲谈两句罢了。你不是来找我的吗？怎么转身就走？上京之时，我与渭南城有数面之缘，方才那人就是他，难不成他也是来刺杀王后？他是背着我来杀滚木多的，滚木多已经卸甲，他的性命对我们来说不重要。杀了北狄王后之后，我会带着他一起离开。之前与下属近身相谈，是形势所迫，逼不得已。夫人曾说过，我碰别的姑娘一下手，便把我砍成臊子。我怀原以为夫人会同样约束住自己。我是军中将军，与下属肢体接触本就寻常，大郎不能用约束你的规矩约束我。我本就早产体弱，自幼丧母，身世凄苦。大郎若是还与我置气，我岂不是更可怜了？你与韩和熙私下谋划何事？我骗他此行目的是刺杀北狄王后，他劝我切勿轻举妄动。他倒是格外关心。他只是担心我若身死，无人制衡他父亲罢了。只是要想杀了格尔丹，就必须先想办法杀了他那只海东青。放心，一切有我。你想见海东青？为什么？我只在书中听闻过，一时心生好奇，但书中无图，便想亲手画下来。我可以带你去看，但你也要为我单独做一幅画像。除却家中夫人，我不为任何女子作画。海东晴可以，我却不行。你这规矩是你定的还是你夫人定的？于姑娘而言，谁定的都无区别。我与姑娘无缘，不该让姑娘执念深陷。你这话何其虚伪！拒我千里，又要我帮你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廉价，挨了一竿子还要上赶着贴上来。我若是答应与牡丹姑娘成亲，牡丹姑娘便会为我寻海东鹰吗？你是为了一只海东鹰答应委身于我吗？我只是想告诉牡丹姑娘，我若是带着目的接近你，甚至与你成亲，最后你也不会欢喜。我敬姑娘，所以直言拒绝。若是此举伤了姑娘的心，我也别无他法。海东京一事，姑娘自可当作没有听过，我另寻他法。告辞。我知道哪里有海东青。你的未婚夫竟是大魏人，那咋了？你不也整过大魏女子吗？你呢？为什么我不能喜欢大魏男人啊？纯小儿之见！挖他一只眼睛，我就同意婚事，还能把海东鹰借给你。你不借拉倒，日后你来马场借马，
可要记得你现在的这副样子。莫要因我之事跟将军伤了和气啊！分明是葛军瞧不上我是个姑娘。葛将军不见，咱俩就别赖在这儿了。牡丹姑娘误会我们将军，将军并非这个意思，只是这大魏人的出现得蹊跷。如今大魏和北狄正在打仗，将军也只是想以防万一。我的人我自然会查清楚，何劳他过问？说到底，噶尔丹将军还是不相信我。你要走我不拦着，但此事我问心无愧。日后你爹不借战马我也没意见，但他要和王后亲自解释。还请二位不要因为我而误了两位情谊。将军若不信，我作画期间可以派人都守着。你咋还想着你那破画？你知不知道他想要弄死你？我是商人又不是奸细，将军为什么要弄死我？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让人收拾营帐？本姑娘要带着他在这里住几天，要把那只鸟画完为止。此人气度绝非普通商人，葛牡丹这次怕是被人蒙在鼓里了。干什么？牡丹姑娘昨日失礼，被人身赔罪，劳烦通传。不过是作画，何须如此多人看守？是噶尔丹将军指令，还请牡丹姑娘赎罪。无妨，守着便守着吧。正因往日凶悍，如今怎么蔫蔫的？因为精神，会不会耽误你作画？不会。把他们抓起来！出什么事了？噶尔丹将军死了，巡逻的守卫都看见了那个侍女进入噶尔丹将军的营帐，还请牡丹姑娘如实告诉我那个侍女的来历。你把我阿父和王后叫来，我自会与阿父和王后解释。阿父，这就是你桥上的人，你是为了他才来找噶尔丹将军借营。小女是被这奸人所骗，是无辜的。我只要求带走葛牡丹，那个男人随你们处理。牡丹姑娘，君子以诚待，我拒绝姑娘的心是诚的，所以还请牡丹姑娘不要再与我徒增纠葛了。而且你也救不了我。刀下留人！北狄王后要见他。听闻你手握大批南洋珍珠，我很好奇，这珍珠在大魏是管控之物，李公子是如何拿到如此多的珍珠？李某有一位叔叔是朝廷重臣，靠着这位叔叔，李某才私藏了这许多珍珠。不知李公子这位叔叔官居何职？叔叔过谦，不许家中子辈行商时提起他的名号。你不说，难道不怕我不与你合作？李某更信奇货可居。本后素来不喜欢珍珠这种死物，我要与你做的是粮食生意。王后想要做这笔生意，是为了长期居无定所的北狄人，还是想要靠着这批粮食攻打大魏？本后一开始攻打大魏，也是为了那些居无定所的子民。大魏有数不清的粮食，有辽阔的土地，有四季如春的江南。本后一直在想，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会是什么样？没有冻死的奴隶，没有生疮了的手指，没有永远下不完的雪。我听说了这样的地方，也不忍自己的子民再受严寒之苦，所以想要带他们去这样的地方。敢问李公子，此举可有错？无错。快到上京了，侍中大人可想好如何安置我了？你若是没有想好，本宫给你一个意见如何？现在魏家人离京了，金阙用不着应付魏家人，他闲着也是闲着，你不如把我放到他身边，让他盯着我如何？公主别妄想了，那些危言耸听之言，你说与我听便是。可若是你说给他听了，我会把公主私逃回上京的消息告诉圣上。公主寄人篱下，就该有寄人篱下的觉悟。寄人篱下，本宫会做好这种觉悟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侍中大人不是让我做好寄人篱下的觉悟吗？所以我来讨好侍中大人了。是不是得吃了药才有用？要是这样，本宫可就得考虑要不要寄人篱下了。毕竟没有女人愿意守活寡，不是？公主便好好在这儿守活寡，什么时候清心寡欲了，我再放公主出去。你敢这么对本宫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不明显吗？你兄长昨日请了一个大夫来给我把脉。你怀孕了？没怀呢，我喝药了。他就算想，我也怀不上。要是怀上了，他岂不是得关本宫一辈子？你是自愿的，还是我兄长强迫于你？本宫是想策反他，但是也没有廉价到主动勾搭他。我带你出去。好啊。人呢？在屋子里。他可与你说了什么？大舅哥，咱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对他动手。我与水儿10数年兄妹情分，如今就因为一个外人的三言两语，
你便要与我疏离对立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无法对你的所作所为袖手旁观。兄长私自禁锢他人自由，这本就是错。若有一日我也被人这般囚禁禁锢，兄长心中当真能坦然自若？不会，有我在，没人能管你半分。大哥，这事确实是你不对，无论对方身份如何，私自囚禁他人，于理于法都不合规矩。你回来了，我本打算跟着金瑶离开，还能与你见最后一面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在金乔面前胡言乱语，坏了你的名声。你要当着令妹和魏希年的面强人所难吗？他平生最恨禁锢他人自由，你非要逼他与你离心离德。若是被我知道你所做之事，将他拖下水，你会怎么样？公主要记得被狗咬的滋味。你跟我进来，我有话与你交代。你等我片刻，我马上回来。精确要带魏京河回魏府，他的身份你也知道，若是被发现，魏府也脱不了干系。现在魏府就剩下我和他了，我听他的，他要做的事我不敢拦。他要是谋反呢，你也一味纵容。你放心，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，这别说是造反，就是他要跟着我殉情我也愿意。你当真不怕死？怕啊，这谁能不怕死？但是死也得看是跟着谁死啊。要是跟着精确，我自然不怕。魏南城去西北倔场走私，你可知道？魏二，替我盯着魏京河，别让他和水儿走得太近。本宫输了。公主认输吗？那得看什么事儿，我不想像木头一样。人呐，贵在灵活，再灵活的人也当有原则。若是底线都能打破，那也不能称作人。让你跟着我造反，便是打破你的底线了。你的底线忠君爱国，你中的这位君主，倘若他是明君，就不该因为还未定下的婚姻随随便便给你入室；他若是明君，就不该忌惮女子。公主不妨将这些话说给兄长听听，若是他同意了，我帮公主也可。你听他的，日后岳家靠他做主，他的话我不能不听。这事儿不急，眼下我想进宫见一见福安。福安县主被皇帝严密看管，外人一律不得探视，唯独一人可以见他，魏良安。只是此人未必愿意相助。你应该也知道了，王后为你和穆丹赐了婚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想要娶我女儿便要守规矩。你若敢负她，我便剁了你，绝不姑息。我从未答应娶你女儿，一直都是她一厢情愿。哼，是啊，你清高，看不上我的女儿，可谁让我的女儿看上你了呢？她既然看上你了，你就得老老实实的跟她成婚。这是你们逼我的，我本无意伤害令姑，也无意与歌郎大人作对。你什么意思？少莲，小姐突然晕倒在地，唇色无情，像是中毒了。我们请巫医来看过了，说1日之内没有解药，小姐性命难保。是你下的毒！方才我已经说了，我无意伤害牡丹姑娘，只是牡丹姑娘与北狄王后太过强人所难，李某不得出此下策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见滚木多。枕春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早就回汾州了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他只让我躲在瞿灵光的商队里，跟着商队返回汾州，别的什么都没跟我说。回个蛋！韩辽都拎着葛尔蛋首级回来领功了，偏偏枕春和我二嫂杳无音信。我说之前在帐中，王爷和监军脸色那么难看。坏了，他俩迟迟不归，定然是留在北狄去杀滚木多了。杀滚木多？滚木多是谁啊？他是北狄大将军，曾率军攻打汾州。此人阴狠狡诈，曾用大魏百姓来逼迫魏老将军独自出城，最后魏家3父子战死，活下来的百姓也不足10人。天底下竟有如此卑劣小人，仗势欺人，不守信用，难怪枕姑娘要冒险报仇。深夜到访，所谓何事？可否让他们退下？这是你是谁？11年前，汾州城外，你坑害我魏家忠良，今日我便替他们报仇，取你狗命！解药呢？解药尚且还不能给你，你得助我逃出北狄。你挟持我，也走不出北狄。不劳你费心了，本打算出北狄再给你解药的。牡丹身体撑不到那么久，你今日不把解药给我，我就将你挫骨扬灰！闭嘴！让他们送一匹骏马来，得了马我就给你解药。给我追！快上来！剑雨戳到我了，
先给我背着。会戳死吗？不会。不会就忍着。咱们现在要赶紧赶回大营。他的目的是为了杀滚木多，走私只是手段，这怎么算通敌卖国了？这怎么不算？有哪个爱国之人像他一样和敌国做生意？这不算卖国，算什么？你鼻子上面的那俩眼是出气用的吗？没看见他杀了滚木多？你要想抢功劳，直说。二位大人，我秉公论办，反倒被他肆意诬陷。二位，他不提杀敌之功，就一心欲置他于死地。监军大人如何定夺？此事争执无益，不如你我4人共同拟写奏折，交由圣上圣裁。一旦奏折送出，魏南城要么被定罪，要么被召回上京，留着伺候我。营帐里太闷了，本王出去透口气。我肚子疼，出去解决一下。为今之计，唯有绑了他和韩辽那帮人，把消息先拦下来。现在看来只能这样做了。往好的方面想，咱本来就是要造反，早晚都要绑了他们。我这就去安排一下。你们干嘛呢？如果我们绑了韩熙和，你会包庇我们吗？别如果了，赶紧把他松开吧。头，他可是韩辽的儿子，还抢了你杀噶尔难的军功。保不齐父子不和是演给咱们看的。他是自己人。我们要去绑了韩辽那个老贼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去？合作愉快。好久不见啊，梁安。我让你不要去祭拜长姑娘，你可做到？月姐姐，我不与你争魏二了。说起来，你应该还不知道长姑娘。大黄姐，想让我做什么直说就是，我什么都会办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对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魏良安和长姑娘之间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他与长姑娘之间交情匪浅，身为郡主，经常和一个民女一起玩闹罢了。哪个长姑娘？当着我面自尽的长姑娘，她和长姑娘关系很好。公子，少夫人，是岳家的马车。你哥来堵我了，你别出去，我出去与兄长说。回去。你去找梁安郡主做什么？你喜欢他吗？大哥，我们就是想见福安县主一面，毕竟大公主与福安县主关系颇浅。金月的意思是想问问你对大公主是什么看法，觉得她靠谱吗？我与她的事你们不必过问。不是我要过问，是他托我传话。兄长若不心悦他，明日他便寻医堕胎，此后与你一别两宽，再无瓜葛。什么孩子？大公主怀孕了？我为她请过脉，没有喜脉。收买一个大夫何其简单。他说了什么？我替公主问了他的真心。怎么问的？我告诉他你怀有身孕。你这谎说的轻巧。数月之后本宫去哪里寻一个孩子给他？皇室无法抱养旁人孩子，只能公主自己生了。未免太损了一些吧？你们夫妇俩连坑自家亲人都这……我可没有，主要是我夫人厉害，说谎脸不红不白的，佩服。你们先回府，我去找连城璧了结旧事。当心分寸，别闹出太大动静。魏希年，你干什么？莲儿，千爷的银子你打算什么时候还？这都快要1年了。利滚利，你欠爷的可不止10万两了。放屁！谁家利息涨这么多？我要告诉京月，你在牢里设赌局，故意坑大爷的银子。你们魏家人什么毛病啊？去年打我2顿，我在床上连续躺了1个多月，后面还去牢里蹲了1个月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天天撺掇着爷纳妾。我且问你，上京城那么多姑娘，你为何偏偏替我选中了常氏女？我告诉京雀你要纳妾，我的腿断了。你怎么得到常氏女的画像？赶紧告诉爷，不然你知道的。我只记得是书生说常氏是他的表妹，想攀个大户。当时我只是想离间你和京雀，后来世中大人绑了常家小弟，其他就一概不知了。你去哪儿找莲儿了？醉红楼。娘子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只是进去找莲儿问话，绝对没有在里面乱搞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在骗我？滚去祠堂跪一夜。我明日还要翰林院上职，跪一整夜，我明日定然起不来，耽误公务如何是好？我重要还是上职重要？你最重要。那就跪一夜，好好反省。我不是让你去祠堂跪着吗？小爷又没错，为什么要跪祠堂？你可知你如今处境？魏家人尽数扎根西北，你总不能一直在上京城做翰林编修。你不也是魏家人吗？
你别忘了，你刚成亲的时候进过魏家族谱的。谁规定进了魏家的族谱就不能移出来？你明明说过，只要我不弃，就不再谈和离的事。这事儿你倒是记得牢，别的事儿怎么不见得你记得牢？等我让兄长给你辞官后，你去西北吧。小嫂嫂在那儿，你兄长应当也在那儿，还有你娘亲。那你呢？你不跟我走？我身后是整个岳家，我不能因我之事连累岳家被圣上迁怒。我等你回来。与那纨绔闹矛盾了？我想将他送出京城，因为魏家造反之事。嗯，不过是一个纨绔罢了，为兄帮你再找一个就是。他得活着，我答应了他娘护着他出京，也答应过他会等他回来。我会去圣上面前给他请辞，等他辞了官，你送他出京便是。多谢兄长。陛下，臣想撤了魏楚的官职。这是为何？前些时日，臣妹实在气不过，罚他跪了半个时辰祠堂，他竟然来谎称臣妹罚他跪了一夜，还以此为由不上职，致使所有人都污蔑臣妹是个悍妇。我想请圣上撤了魏卓的官身，既为臣妹出头，也还他一个清白。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和离？一是和离不能洗清臣妹名声，无利于她日后再嫁；二是臣妹不忍和离。那魏小子可愿和离？回禀圣上，无论愿还是不愿，他都是不敢和离的。既然如此，传朕旨意，魏处代职无章，辱其师德，撤去所有官身，杖责10板，以儆效尤。微臣多谢陛下。哎，你说头是不是变心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那魏翘就是个小白脸啊，完全配不上头。要不你去打魏翘一顿，如果头揍你，说明他还喜欢魏翘；要是他不管这事儿，就证明他真的变心了。你以为我是江四那傻丫头？你说谁蠢呢？要不是你把走私的事情说出了，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事儿？哪个不长眼的敢踹我？刘师兄看起来很闲啊，不如指点指点我。他说我是小白脸，你也甭怪他这么说，谁让你是个书生，不能保护头就算了，还得头来保护你。你在汾州待了多长时间？6年。你觉得北狄人怎么样？咱与北狄人是仇人，遇见一个杀一个就是，还能怎么个如何？若我能促成大魏与北狄和谈，平息连年战火，你是否会觉得没有杀尽兴？你若是能平息这场战事，我替汾州和临河的百姓铭记你的恩情。魏某正打算去寻王爷，本王也正打算找你。北狄王后野心勃勃，仅以粮食为筹码，他绝不会轻易妥协和谈。今年北狄气候反常，草场荒芜，粮草匮乏，如果长久对峙，北狄必败无疑。他若是不想直接认输，就会找个借口接受和谈。既然已经预料到会胜，那又为何要和谈？和弦中被绑之事瞒不了多久，一旦圣上察觉异常，我们便会陷入北狄上京两面夹击的死局。可是你的弟弟和本王的女儿还在上京，还有魏福安。我去上京把魏福安偷出来。那我呢？大郎自然是留在汾州，和谈之事还需要大郎。王爷，我与夫人有些家事要谈，先行告退。你与王爷留在边关促成和谈之事，我与二叔母回京救人。你不必把所有事都扛在自己身上，你要相信二郎和岳京旭能护住魏福安和魏良安，即便无法护住，也会将二人送出上京。所以，按照你的计划，攻入上京的人不是我。不是，和谈之前我会让二叔母他们将祖母与二郎接来，和谈后再一起去上京城。县主莫要担心坐轿子上山心不成，县主体弱，还是得为自己的身子着想。停，县主怎么了？我真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去醉红楼了。你跟我回魏府好不好？你也不嫌丢人现眼。我求我夫人回家，丢什么人？我不管。你要是不跟我回去，我就跪在这儿不走了，也不让你走。好了，你先起来，我跟你回魏府便是。还有，你每个月还得给我2000两银子当捉银才行。别演了，赶紧起来。不生气了，只要你跟我回魏府就行。那2000两月银我也不要了。走吧，劳烦嬷嬷去寻后院的师傅，为我寻一处厢房歇息。你觉得那是福安县主？你觉得呢？那个嬷嬷像是宫里的，至于她，体弱到每一步都需要人扶着的人可不多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咱怎么接近她呢？咱不认识县主，但县主认识咱们啊。盒子里装的什么？听闻公主睡眠不好，这是老衲为公主送上的安神香。这香来历不明，县主不妨先交给属下，待属下确认这香无毒之后，再交还给县主。不必，交给嬷嬷就好。回宫后，嬷嬷自会将其交给太医院检查。不用了，我会将它交给太医的。抱歉，是我扫了主持的兴了。无妨，这香早晚会回到县主手上。对了，我方才上山的时候遇见了一对很有意思的夫妻，他们一人姓魏，一人姓岳，
那名姓魏的少年可是魏翘？魏翘公子随其祖母去了渝州，留在上京城的仅有他的弟弟魏楚一人。说来我阿娘与魏家之间的缘分不浅，不知住持可否让我见一下这魏家儿郎？魏二公子性子良善，他的夫人怀珠抱玉，现主与他们结识，或许也是幸事。这件事你也会阻我吗？不敢。为何遮遮掩掩？你怀疑他是贼人？所有接近县主之人，卑职都要查清楚。还请夫人通融，让我瞧一瞧这丫鬟的真面目。卑职职责所在，望姑娘莫要生气。我该叫你什么？堂妹，还是表妹？本宫更希望你叫我一声姐姐。皇叔真有意思，明知道你来了之后不一定能回去，还非把你送来，就不能送来个假的吗？并非所有人都能生得与姑姑相似。我已经帮那个蠢丫头登上将军之位，你答应我的事何时能兑现？急什么？舅舅只有梁安一个女儿，我看那梁安那副面子，也不是想要争皇位的样子。等舅舅拿下那皇位，你还怕那皇位不会传给你吗？我会为他寻一个进京的由头。倘若梁安郡主早夭，淮南王是否能进京见独女最后一面？县主与你说了什么？他不曾与我说什么，但是我建议处理掉魏良安。你是不是还怀疑我跟他有什么，所以故意试探我呢？如果害唐姑娘的就是魏良安，你还要这般护着他吗？你从前说过会替我做主，若真的是他构陷我，那今日必须给我一个公道。等会儿到了郡主府，你直接找他问话，我给你摇旗助威，顺便帮我把镯子要回来。到了郡主府，你要是敢丢人现眼，我转身就走。主子都走了，你搁那当木桩呢？安排我和你兄长见一面吧，有些话是该和他说清楚了。魏良安满口谎言，软硬不吃，就算用刑逼问，他也绝不会吐露半句实话。我今日找他，只为了要他的命。他心思狡诈，未必会受你拿捏。我建议你把柳玉绑了带去。你真想要魏良安的命？他害了长姑娘，该不该付出代价？你想要保他？我就是觉得不该脏了你的手，要不还是把这事儿交给魏金河吧。反正他欺负魏良安都习惯了。我打算让魏良安假死，和你一起出京。只有你们离京了，小嫂嫂才能放心带兵攻进上京城。魏公子，以前是我幼稚，私自取走你的琉璃镯，今日物归原主。多谢郡主，我明日便让人送银票过来，算作补偿。不必，我一直将你视作兄长，若是收了银钱，反倒生分了。接下来的事，你来说。福安县主应允过你，会设法送你离开上京，去往西北。这么说，福安姐姐已经想出送我出京的办法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金阙说，世宗大人愿意帮淮南王登上皇位。淮南王名不正言不顺，他就算拿下了上京，朝廷百官也不一定会承认这个新主。我父皇就是名正言顺吗？他不也是踩着兄弟枯骨登上皇位的吗？先皇已逝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圣上能力出众，自然有能者上位。照你这么说，我那些兄弟无才无德，我要是弄死父皇，我是不是也能上位？如果我能坐上那个位置，就不会再有你妹妹和你姑姑那样身不由己的女子。如果公主上位，第一件是不是就是放狗咬臣？当然，但本宫保证绝不牵连岳家其他人，岳家荣耀不会断。我问你，四春节上那位自尽的长姑娘是你选的还是别人选的？这事和你有关系吗？我只是按照圣上的意思绑架长家幼弟，胁迫长姑娘，令她引诱魏希言沾染寒食散。至于长姑娘的死，我也很意外。看来这一切都是魏良安的安排。你当真以为魏二什么都不知道？西北烧刀子，你一个小姑娘也学他们借酒消愁？大郎日日想着冲去北地送死，我喝点酒怎么了？真要是死了，我好歹能攒着胆子给你收尸。半年前还夸我的手生得好看，如今碰一下就嫌脏了。我现在不认账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心情不好，我舍不得打你。那我心情好，你就舍得动手了？上京待了几年，倒是学会欺负夫人了。魏怀玉说的对，男人不能疼，要训。回上京后，家中大小事全由夫人做主。那我现在让你脱衣，你为何不从？阳奉阴违。想亲亲，我不和酒鬼接吻。你明日别出营帐了，我给你嘴咬坏了，被他们看到该瞎想了，别到时候赖鸡的找我。夫人不仅下嘴狠，脚儿也狠，这叫情趣。二叔母去接应魏二了，等和谈完事后，
你想个名头，我们带兵攻入上京。世间计谋分阴阳，圣上善用阳谋。长公主死后，他以北狄已定为由解散魏家军，理由牵强，却无百官阻拦。是百官为新皇威严，明哲保身。主要是国库空虚，养不起不是皇姓的魏家军，大臣们还不愿耗银供养别家兵权。这群逆虫，忘了魏家军冒死打下的大魏江山了。人人看破，却无人阻拦。但他一生用阳谋，唯独藏了一桩绝对的阴谋。阴谋一旦曝光，必反噬其身，而就是我们领兵入京最好的由头。和谈这种事，大魏竟也没有派个公公或者文官来吗？淮南王殿下在，王后还怕少一个公公吗？本后不怕少一个公公，只怕这和谈之事，有人认，有人不认啊。王后不妨先想想己身。今年大旱无雨，天河枯竭，北狄草场荒芜，战马粮草短缺，将士疲弊。王后拿什么反悔？我北狄奴隶众多，还能割草喂马，那其中可有能领军之人？我可替王后训兵，保证3个月把他们教成能统领一方军队之人。李将军是故意戏耍本后。小丫头性子桀骜，说话直率，王后勿怪。本王驻守边关多年，厌倦战乱死伤，此次和谈，只为两国百姓和乐安康。我料定北狄王后必定会答应和谈。如今北狄缺粮缺将，根本没有拒绝的底气，大可借此契机，一举覆灭北狄。若是灭了北狄之后再造反，届时东西两军也该反应过来了。没错，靠大郎临摹何贤忠字迹掩人耳目，时间一久，必定被察觉，到时候上京再无破绽可循。报，上京来信。魏京和回京了，他伙同京阙想了法子送魏二和魏良安出京。魏福安呢？皇上不好了，良安郡主上山的马车翻了，人掉下山崖，郡主的尸身被野狼啃食的不见全貌。厚葬吧。这玉佩是我从小带到大的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记得每天拿着玉佩挡物思人，我也会看着你的簪子思念你的。你照顾好自己，入夜少读书，熬坏了眼睛，以后便再也不许你看书。路上的时候提防着魏良安一些，你要是回来不干净了，我也不要你了。什么叫也？我从未想过不要你，你也不准弃我。我走后，不许搭理灵儿那群人，个个心思歹毒。好，他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上京城势力盘根错节，也不敢在上京城找镖队护送你。等过2日寻到合适的之后，我就送你去西北，把人安全带到西北。事成之后还有赏赐。这就要走了，不再与我说2句？不必了。这么着急走，是怕他与别人跑了吗？京阙，等我。姑娘，不好了，府中涌入大批官兵，点名要找姑爷。敢问薛公公找我夫君何事？魏少夫人莫慌，前段时间翰林院珍贵典籍失窃，咱家奉命前来询问典籍下落而已。公公是怀疑我夫君盗取典籍？咱家只是听命行事，还请少夫人速速唤魏公子出面。夫君今日不在府中，那敢问魏公子身在何处？我夫君是个纨绔子弟，素来不系居家闲散。公公寻人，不妨去醉红楼、赌场等地，或许能寻得踪迹。既然如此，便劳烦魏少夫人随咱家入宫一趟，面见圣上回话。没想到京阙竟然让魏二一个人带魏良安出京，这太冒险了。这从上京到西北，必经青州、凉州2道关隘。圣上若将沿途关卡一封，他们就是瓮中之鳖。我带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。你我同去。魏二会避开官道走小路，是他惯用的路数。和谈的事交给王爷，分头行动。我走山道抄近路堵截，你根据他的习惯排查他可能走的路。大人今日来见我，就不怕被圣上的眼线瞧见？公主若真在意这个，就不该邀请下官。如今魏良安和魏熙年已经离开上京了，侍中大人是不是该想想自己和岳家该何去何从？公主的意思是，这上京马上要起风了。